沉睡千年，重新唤醒这副不朽的身躯，欲望、愤怒，那种熟悉的感觉又回来了。很好，常年沉睡的身体正需要滋养。能为教主奉献是他们的荣耀。我的复苏，赵氏暗影将势不可挡。弟子有错，为人师者，理当帮你回到正途。事到如今，你仍然是我最得意的门生。是教主吗？教主复苏了！这股力量极具压迫感。嘿嘿嘿嘿，永不日落的天界要变天啦！你的确是个难得的对手，可惜今天我们无法真正分出胜负了。你是怕了吧？我感受到了他的召唤。这场动乱的真正操控者，原是玉尊。看来这一战远未结束。天界出事了。最近为筹办天龙界，也见过几位天神，记得并无异样。这种感觉，不像是天神。天神从来都不止一种面貌，与他们打交道要处处小心。放心吧，老龙王。如来老师，是发生什么大事了吗？很明显是天气转冷，多喝热水。啊！别多想，好好读书，那都是先贤留下的智慧。如来老师，我很喜欢你教导的东西。天界遭逢巨变，可惜我被困于此，希望不会影响到唐三藏他们。
行，再跌下去就不妙了。师傅，我们先回地面。那上去吧。八戒师兄，师父和鳌雪师兄呢？我们再下去救他们吧。不能去，深渊尽头是阴界。阴界就阴界吧，师父他们还在下面。八戒师兄，我们不能就这么算了，对吧？傻瓜，若阴界可以自出自入，世上就没有生离死别了。跌入阴界，意味失去一切生还的希望。相隔阴阳两界，师父和鳌雪可能再也回不来了。帝释天，外面情况如何？暗影大军仍在天宫作战，到目前为止，战况不利。不利。光魂天神的抵抗比预期要顽强，只好请教主提早出关，指明方向。无妨，游戏才刚刚开始。我喜欢你。你要做什么？你内心有求而不得的欲望，你渴望那个人的关注，你渴望拥有他，甚至宁可得不到就毁掉。对了，是，没错。那又怎样？别害怕，我喜欢有欲望的人，并且我喜欢帮助别人达成欲望。我体察所有痛苦灵魂的呐喊，并给予回应。接受它，不必克制。没有边界才叫自由。释放你的内心吧。第一次接纳真正的自己，都会流下喜极而泣的眼泪。你们的每一次随心所欲，都是遵循自由的意志。对，没错，自由是高贵的。那就随我来吧。另外2位尊者仍在沉睡，再没有人能阻挡我。加入暗影实在太美妙了。暗影们向那边汇聚过去了，是听到某种呼唤吧？是元始玉尊，这场暗魂之乱的始作俑者，也是我们天界的创造者。广目天王，伤势如何？区区小伤不足挂齿。倒是这帮暗影又在搞什么花样？他们这是在重新集结，准备迎接他们的教祖。这股力量才是
真正的对手吗？陷入混乱，就从你开始。孙悟空，这家伙，在我沉睡期间，竟出现你这样令人赞叹的大妖。我喜欢你的为人，你曾经懂得什么是真正的自由，你曾经不受约束。喂，可本大爷看不惯你，因为你太弱了。哼，是吗？你很有趣，但无论如何，你站错边了。你到底想怎样？要打就打，随时奉陪。你动作也太僵硬了。虽然灵活，但硬汉大术就是自取灭亡。由石中出生的你，死后变回石头，也算善终了。遥远的上古时代，世间本处于一片无尽的混沌黑暗之中。突如其来的一场爆炸，诞生出天地间第一团火，史称永恒之火。火光照耀下，诞生了3位不同观念的天神，代表欲望与毁灭的原始玉尊，带来创造、慈悲与爱的宝灵上尊，追求公平、中庸的道德太尊。3位古神携手创造了天宫，建立第一代伟大的天界神权。然而，原始玉尊和宝灵上尊因观念的完全对立，无法容忍对方的存在。不久后，大战爆发。邪恶永远无法摧毁光之正义。欲望和自由，才能带来最强大的力量。是你被自己所谓的规条束缚了。2大古神之战延续100年，影响深远，令当时那代天神死绝，天宫也近乎摧毁。追求中立的道德太尊最终出手调停。停手吧，不要再继续战斗了。最终，3大古神签订协议，向新一代天神交出神权，不再干预天宫事务。自此，3尊一直沉睡，成为天界传说。直至这天，他被惊醒。宝灵上尊察觉到协议失效，大战再次席卷重来。
孙悟空，你的特质不适合加入我们。只有将你抹去。大妖孙悟空就这样被终结了。如何？一心追求力量的毗沙门天，我没有令你失望吧？我这双手能够改变任何生命的本质，给予新生，或是造成灭亡。终于见到你了，伟大的元始玉尊！啊，是你！我一直无比期待这一天，好当面向你表达敬意。是吗？但我从你的内心看到，你期待的只是见到我后如何取代我。不过教祖是不会介意别人心存不敬的吧？毕竟，我也想吃掉你。那就把你们的不敬都收起来，并且永远收在心底。暗影就是无拘无束，这是教祖唤醒我们时说过的话。我等暗影天神响应教祖号召，现已全部汇聚于此。那就是一切毁灭、破坏的源头，元始玉尊吗？走吧，总要打个招呼的。你们每一位都曾贵为天神，耀眼瞩目，但也曾坠入黑暗，受尽折磨。我于痛苦的深渊找到你们，给予新生，为的就是创造一个彻底自由、没有规条的天界。如今，暗影天神要纠正以往，我们理应索取更多，随心所欲，随性而为，因为我们是众生的顶点。暗影势不可挡。我们要挑起战争。暗影天帝，你总能明白我的心意。往后暗影天界仍由你来领导。我们要摒弃过去天界低调的作风，放下慈悲。龙族、夜叉、阿修罗，任何种族，世间一切都要彻底臣服在我们脚下。暗影天界，暗影天界，暗影天界。看来，还是要先肃清眼前的障碍。哈哈哈哈！那你们的障碍可不好对付。我们竟用这样的方式见面，创造了天界的股神元始玉尊，但同时也催生了暗魂，令天界几乎毁于一旦。上古时代的脑子就是琢磨不透，能干出暗魂这等蠢事。你们也是天神，真的要对他动手吗？诚惶诚恐。你们自是惶恐，对三尊动手是大逆不道。现在我以先祖的身份，将你们逐出天界。
我们要成游民了吗？不会吧！别乱说。你的确是天界的始祖，但先辈不代表就是引领者，后辈也不意味着是追随者。我们追随的是正义。何况，我相信驱逐我们，并非三尊一致意愿。否则，为何不见其余两位？你没资格过问。既然你们不愿体面离开，那就动手吧。哼，既要反抗，又碍于传统和卑微的身份不敢动手，就是这样毫无意义的条条框框，让你们束手束脚。就让我再一次引领你们进攻！嘿嘿，玉尊老弟，香蕉赏你，不必客气啊。这是，金蝉脱壳，你竟然没死！哼，我这个人呢，就是看不惯别人装腔作势，但凡见到，都忍不住要掌一掌。连玉尊也敢戏弄，放肆！哼，想打败我可没那么容易。看我超元金刚石！如此靓丽，我已看清了你的能耐。杀人飞腿！这个凡间妖物，竟然伤了我！我那么精心保养的身体，不可原谅。我果然没猜错，沉睡千年的上古之神，神力纵使强大，但未必能适应现在的环境啊！不用害怕，所有天神们，跟随我孙悟空，作战吧！不知天高地厚的妖物！我只有将你们全部抹除！战斗始终是无法避免的。所有天兵，全力迎击！太吵了！解决一个。
弱者，只可惜都将化为尘埃。我所一念。忘了，还有一只臭猴子。那你可要记好了，最后打败你的就是本大爷。超元冲击！痴心妄想！痛空金鸡！又一股强大的神力降临，难道是光影之战已持续了无数年，责任全在我和元始玉尊，该由我来亲自解决。不知道的是这股祥和的神力好强，他是谁？13尊中的宝灵上尊。元始玉尊，你又无耻的毁约了。果然，你还是来了。有我在，天宫就永远不会转暗。这股强烈的火爆要把我撕碎了！太恶呀！这股可怕的神力竟能与教祖匹敌，太强了！元始玉尊，当年经历那可怕的一战后，你我曾立下协议，永不插手天宫事务，让世间不再受我们狭隘的意志左右，自由发展。如今，你却又贼心不死，再次鼓动邪恶的力量，危害四方。果然，卑劣依旧是你的本性。哼，你也依旧天真。1000年了，我永远比你走前一步，是因为我了解你。你要遵守誓言，
而我只要随心所欲。看见了吗？我依旧有无数狂热的追随者，一如当年。我只是遗憾，当年没有亲手杀了你，令谢氏生灵再次蒙难。是吗？当初侥幸捡回性命的可是你，宝灵上尊，你的运气到头了。那就来延续这未完的一战吧。旷世星坠。痛苦金句。真是的，又打起来了。你们除了毁灭对方之外，就没有别的事可做吗？哎，幸好我来得及时呀！诸位天神，由我来做个和事佬，好吗？哦，道德太尊又有何说法？多事的家伙也来了。哎，光影之争本就是不必要的，你们太小题大做了。说到底，大家都是天神，何必互相残杀呢？过去大大小小的战争历经无数，打也打够了，却始终没打出个结果来。哎，突然耗费心力，百害而无一利。不如你们听我一句劝，我一定要拼个你死我活的呀！只要双方各退一步，我们就能重返和平。搁置只是延缓纷争，这并非解决问题的办法。哎呀，那就这么打下去也不是办法呀！难道你忍心看生灵涂炭？这说的好像我们反常的罪魁祸首。道德太尊，希望你先弄清楚，
是谁挑起的战争？而且现在我退一寸，他必进一尺。有些人根本不必议和。哎，元始玉尊，这就是你的不对了。但事到如今，相信看在我的面子上，你也愿意放下争执吧？哎，不回答我就当你同意了啊。作为世间公道的化身，我绝对保持中立，不偏袒任何一方。那就由我做出裁决，停止这场战争吧，不必再执着光与暗。天宫有一半变暗，已成铁一般的事实。与其斗个两败俱伤，不如接受对方的存在，视之为兄弟，光暗共存，一起建立新的天界。够了！听得我倒胃口！在赤日饮血的暗魂面前讲和的家伙，本身就是个混蛋，还要摆出一副清高的样子，还说什么视暗魂为兄弟，简直令我自豪！大胆妖猴，休得放肆！别以为这样就能困住我！超远咆射！真是岂有此理！还有什么招式，尽管使出来！孙悟空，不得造次。你们三尊都是目中无人的家伙，以为说些狗屁话、指指点点的就可以决定一切吗？这里的天神可能怕你们，但是我孙悟空当你们是放屁！对天神不敬，太过放肆！还有你这老王八，你之前不是很嚣张的吗？现在怎么话也不敢说，跟在这混蛋后面当狗尾巴了？尽管飞吧！胆大妄为的家伙！如你所见，并非我不合作，不依不饶的是他们。妖猴孙悟空，这里是天界，还轮不到你来说话。你以为我不记得你了吗？当年你闯入我的炼丹炉窃取灵丹，这笔账我还没跟你清算。我怎么不记得有这种事？你今日又胆敢来捣乱天宫，果然贼性难改。捣乱天宫？没错，我已查明了前因后果。众天神撕裂成两派对抗，其肇因是你这孽畜激化了矛盾，孙悟空就是罪魁祸首。这种办法，那就处死他！此言不妥，我不认为孙悟空有任何责任。宝灵上尊，你不必偏袒他，天宫不分光暗，本都是亲如一家。只有他是搅局的妖物，居心叵测。嘿，又变成一家人了。依我看，会化解冲突，达成光暗和平，将孙悟空就地正法是最公道之法。元始玉尊，你觉得如何？献上妖猴孙悟空作为罢兵议和的礼物。没错，你要是接受提议，那大家都好下台。好，我接受提议，处死孙悟空。
很好，这样就好办多了。和平就在眼前，将妖猴孙悟空就地正法。这是道德太尊的指示啊！这是可以吗？可是，只要满足元始玉尊与暗影的意愿，就能换来天界和平。无数天神也不必因此牺牲，不是绝妙的方案吗？你觉得这样很高明吗？光是天神们还不拿下孙悟空，难道非要我亲自动手？三尊已经明确指示，无从推脱了。没办法了，等等！哎，没想到，本来要拼个你死我活的人，却忽然间结成联盟了。嘿嘿嘿，我这个外来者反而变得碍事了。你们天神还真有趣。那就一起上吧！我孙悟空将你们全部收拾掉！太傻了，孙悟空，还没看清自己的处境吗？现在说的是众神之事，你不过是一头妖物，光暗两派要献上你的头颅来达成和平，你是没机会的，应当投降。杀心是由你开始吗？不要急，道德太尊，我不干了，从此不再是天神。是大神，这不好吧？这是要对杀心大人动手吗？你是要反了？过去，我一向以身为天界护法而自豪，但今天，若要以这种方式与暗影求和，请恕我无法办到。杀心！为了区区一个孙悟空，你竟说出这种话！别误会，绝不是为了孙悟空，那是再过10000年也不会发生的事。只因我对自己要求十分严谨，献上他，我觉得太难看了。真能装！你应该清楚，天神可不是说不干就能不干的。事到如今，天神这个身份已不再重要，决定的事就要做到底。把我加入孙悟空的行列也无妨。你这家伙，那就唯有将你们都拿下。睡觉，大爷。不错，很强硬的表态。我必不会与杀心为敌。正义的光魂终究不会妥协。孙悟空今天助我们很多呢，我们不能背叛他。是，太说不过去了。这都是要做什么？杀心大神的强硬态度，似乎令大家改变了。这样，等同于全体违抗道德太尊。哼，你现在明白了吧？现世天神有自己的想法，你我都不了解他们。那要怎么办？这也不对，那也不对。我只想大家和和气气的，你们就一定要重蹈覆辙吗？对所有事都保持中立，
实则助长邪恶，你也不是没有责任的。看来此战已无法避免。既然如此，那就不用废话了。你这个老东西，为了为鼠夷报仇！逼我出手！你们以为我每次都只会在旁边看戏吗？乾坤一气，自分两仪。全裂开了！好强大的力量，居然撕裂了地面！道德太尊的令符，将整个天宫一分为二了。你们非要将对方赶出天宫，那我就将天宫分开。从今往后，你们也不必再争了。这就是你所谓的出手。元始玉尊，你若要再斗，就是逼我站在光之天神一方，别试探我的底线。哼，没关系，反正这些光之天神，最终还是逃不出灭亡的命运。老王八，别走啊！不识时务的妖猴还在狂吠。老王八，有本事回来再打过呀！今日之事已了，不必再继续纠缠。就这样放他们走？光暗之争是很复杂的，今天还未到了结的时候。这有什么复杂的？哼，把他们通通揍扁，不就行了？沙溪，今后我也会陪在你身边的。我真是干得太好了，总算是避免了一场灾难。宝灵上尊，光之天神这边也请为我保留一个位置。这场灾劫只不过是延迟罢了。暗魂的欲望是不会停歇的，你应该明白这一点。事缓则圆，之后会发生什么事，你我也无法掌握。正因为无法掌握，才更加需要做好万全的准备。不要担心了，我会游走在两边天宫之间，至少短期内不会再有状况出现。我在外流落多年，今日终于在诸位鼎力相助之下重返天界。
恭迎帝释天，重掌天界。恭迎帝释天，重掌天界。万幸有你们尽职尽责，力挫暗影阴谋，捍卫世间正道。不过，邪恶并未休止，由我分裂出去的暗影天地仍在虎视眈眈。今后也有劳诸位了。接下来，我要先梳理天宫事务，大家可先稍作休息。帝释天都如此轻蔑，帝释天说的对呀，我们怎么敢休息？我们得更努力才行啊！大家不必管我，我在剑中沉睡了几十年，要抓紧适应一下事物。大家休整后再做打算吧。天界分裂，不知道元始玉尊的下一步行动会是什么。宝灵上尊，你会回去沉睡吗？暂时不。啊？莫非还有东西能引起你的兴趣？哼，当然了，不管做什么事，都会比沉睡更有意义吧。暗魂的威胁一日不除，我一日不会回去。这里有我就可以了。天宫分裂，三眼神将已经去统兵布防了。真是有劳神将了。元气大伤，还要马上投身药物。这正合他意。暗魂不死，此番停战势必只是表象。哼，若敢再犯，就让他们有来无回。诸位天神，我与你们一样，都不相信暗影会就此罢手，但我们要遵守停战的承诺。是的，我们不会主动挑起争端。如此甚好。今后天界仍由你们主理，诸多事宜有劳各位。那两位尊上，今后有何打算？我只想专心修复天宫，最好立即开始。宝灵上尊的能力，实在令老夫叹为观止。宝灵上尊对自己的造物有莫名的执着。呵呵，沙欣，这不和你一样吗？沙欣大神，我们正在抢修卷宗，需要你的指示。如果没有其他事的话，我就先过去了。辛苦了。沙欣大神，我们要在大殿倒塌前，将文书都搬出来。按优先级，首先是东半区，然后才是西半区。是。你也先将里面案台的卷宗拿出来，那些文件最为重要。是。这些先拿出去吧。沙欣大神，那边案台上的卷宗都不见了。对不起，是我没看管好这里。没关系。
回到你身边，真好。不要提防我吗？明明已经堕落成这个样子。你是对我仍有怜惜吗？不，我会杀了你。我真是太开心了，你的眼里终于有了我。多亏杀心大神尽职尽责，记录了那些天宫使者的回信，我才能知道永恒之火的行踪呢。这份卷宗你是带不走的。可只有我熟悉你的一切，这么了解你，执迷不悟。多谢杀心大神，我还会再来的。穷寇莫追，不要再扩大事态了。暗魂难以捉摸，只怕他们仍不断会有小动作。真正让我担心的是唐三藏他们。永恒之火一旦得手，暗魂将不再忌惮道德太尊和宝灵上尊，平衡将被打破。不可能，不可能！不管是谁，总会顾及我道德太尊的面子。哼，也只有我们会顾及了。哼！如今天界要提防暗影，分不出人手保护唐三藏一行，他们只能靠自己了。不过加上孙悟空的回归，情况应该不会太差。孙悟空，他人呢？哎呀，大事不妙！我的灵丹！我的仙丹！道道老头儿，你总算没有忘记我，给你留下一颗，接住啊！嘿嘿，你歪了。孙悟空！天宫光暗之争暂缓，但暗影已将触手伸到了妖怪大道。你就是妖怪大道上那位迅速崛起的虎妖吗？天宫的家伙们为什么会来这里？我们想与你合作，加码是1000块魂魄碎片，相当于你10年的捕食成果。把一位女龙人活着带回来，其余的人可以像你一贯以来那样咬死生吞。为何要活的？你不必知道，只需完成我们交代的事情。至今为止，还没有人能从我面前活着离开。能让天界开价的女龙人们，去打个招呼也不错啊！哈哈哈哈。师父，傲雪师兄。可以开饭了。大家也辛苦了。白老，谢谢。没事，就算只剩下我们几个，也一样可以。我有一个想法，
或许可以查探出师傅他们在阴界的下落。即便知道，也无法回来吧？他们是活着进入阴界，尚有转机，也说不定。虽然机会渺茫，但也要一试。请等我消息。哎呀，老朱，我也应该出一份力。我去帮吴静。八戒师兄，吴静师兄是往那边去了。糊涂了，糊涂了。老朱这就追上他。小心点啊！放心，很快回来。不知道八戒师兄他们要多久才回来？不会回来了，他们其实是走了。自始至终，他们都是因为唐三藏大法师才与我们同行。如今大法师离去，他们自然也不会再跟我们走下去。不怪他们，为自己打算，没什么不对的。别担心，我会一直在你身边的。这条路无论如何，我都会坚持到底。那就打起精神吧。前方漫长的道路，还有无数未知等待我们应对。也不能怪老朱吧，我只是怕担责任。可是你身为师兄，却抛下白狼和小雨独自逃跑。以前有师傅和大师兄在，我随便谋棍过关。可现在，这个重担对老朱来说实在太大了。你一走，担子全落在白狼身上，他更承担不了。你怎么能这么自私？有什么办法？难道回去不成？你这个懦夫！还是不管了，反正白狼挺有斗志的。他们应该会顺利吧？不管怎样，精神上支持他们。妖怪，是妖怪！大家小心呐！我没有恶意的，老朱只是想讨口水喝。我们才不会上当！一个山妖杀死我们那么多同伴！对不起，你没事吧？你别过来，别过来！他只是因为躲闪，好像没有攻击的意思。难道？停下！大家停下！或许是误会。哎，放在那边。哎，对，好，看看这边。你是说你们是生活在妖怪大道的人类？没错，妖怪大道
其实有不少像我们这样的人类生活，相互抱团，聚集在一起。我们的镇子就在那边，已经不远了。就算抱团也很危险吧？所以我们会供奉一位镇妖，只要定期进贡，镇妖就会为我们提供保护。只是我们的镇妖最近有点反常。发生什么事了吗？闪耀近来经常袭击镇子，但镇妖却无动于衷，已经有不少同伴遇害，大家都很恐慌，所以刚才会误会八戒大哥。其实我们这一趟出行，除了兜售货物，还想为镇子寻找新的守护者。不知八戒大哥你……强大又靠谱的妖怪应该不好找吧？老猪也帮不上什么忙。希望你们一切顺利。没事，你继续赶路吧。路上小心啊！八戒大哥。行了，那我们也走吧。好。山妖！别过来！别过来！好险，差点又卷入麻烦中。救命！别杀我！跟你拼了！救我！别杀我！帮得了一时，帮不了一世。不要过来！阿苗，快逃啊！还想逃到哪里去？老猪看惯世事无常，本不打算插手，奈何少女的呼唤，就是不能置之不理。山妖们，算你们倒霉！别担心，我们会回来的。你猪爷爷随时恭候。我们回来了！是阿苗，回来了。听说你们半路遇上山妖，幸好你们平安回来了。是啊，我们都平安无事。镇妖又不知道哪里去了，大家都准备豁出去救你们了。本来我也以为必死无疑，幸好我们遇上好人了。有妖怪呀！不是的，是他出手救了我们。他叫猪八戒。小事一桩而已，不足挂齿，不足挂齿。镇长，是阿苗回来了呀！镇长，这趟出行真是辛苦了，幸好你平安回来。刚才听你说，是这位道上的朋友出手救了你们。正是。那八戒大哥是咱们的救命恩人呐。阿苗，你可不能怠慢他，我们要留下他，好好款待呀。八戒大哥，请多留一段时间吧。你是我们的救命恩人，我们得好好报答你。报答，以身相许吧。恩人，请进来再说吧。是，请。这就是妖怪大道上的人类村镇吗？与其他村镇没什么不同吗？是一样的，我们部落也靠耕作为生，
依靠后山，物资还算充足。可能唯一不同的是，我们为了庇护，会定期给大道上的妖怪进线。真不明白你们，既然害怕妖怪，为什么还要住在妖怪大道上？因为人类有时比妖怪更难相处，妖怪尚且直来直往，人心却难以捉摸。是吗？肥猪，好可爱呀！她是小女波波，很喜欢你呢。已经有女儿了吗？风月游村我也喜欢。不过小孩的父亲也在这里吗？别骚扰八戒大哥了，他是我们的救命恩人呢。他是非常强悍可靠的妖怪。事情似乎发展得很不错呢。八戒大哥，大家都很喜欢你呢。笑成这样，一定有阴谋。我带你到旅社休息一下吧。我就看看你们葫芦里到底卖的什么药。包围我吗？这里的人果然不怀好意，难不成暗魂都把手伸到这里了？但老朱可不是一般角色。来呀，谁要暗算我？是这样的，八戒大哥。我们带来全村的物资作为礼物，希望你能答应帮助我们，成为我们的镇妖。是这事儿啊？你们原本那位镇妖呢？原本的镇妖名叫灵兔，他本是附近一带富有威名的妖怪，有他的保护，我们一直免受山妖的威胁。但不知为何，灵兔最近越来越反常。对我们不闻不问，导致附近的山妖也重新猖獗起来。那家伙是抛弃你们了吗？不知道，但我们必须要有镇妖保护才能生存，请你答应我们吧。是啊，请您答应吧。是啊，帮帮我们。这个，猪头，答应吧。是啊，帮我们吧。八戒大哥，我们需要你。是啊，八戒大哥，答应了吧？还是第一次有这么多人依赖我，信任我。求求您了，你帮帮我们吧！好，猪八戒就答应你们。你们放心吧，老猪我来自巨猪一族，在妖怪大道也是赫赫有名的妖怪。有老猪一日，就保证你们不会再受半点伤害。八戒，八戒，师傅，你想清楚了吗？即便你不愿再护送永恒之福，但镇妖就是你想要的生活吗？答应了就要做到，如果没有这份决心，就不要欺骗别人。不是欺骗。
我是真心想安定下来。只要你想清楚了，那我尊重你的意愿。但你记住，信口开河会害死人，言出必行，这是责任。责任，又是责任。师傅，你安息吧，老猪辜负你的期望，但实在是无可奈何。八戒大哥，什么事？我们有麻烦了。你就是他们所说的新的镇妖吗？没错，就是我猪八戒。怎么样？居然一声不响就把我换掉！我守护了他们一辈子，我才是这里的守护者。怎样？你想干架吗？不，你误会了。我只是想把事情搞清楚，没有恶意的。灵兔，你走吧，黑水镇不需要你了。为什么？这些年我们一直相处的不错吧？是嫌我老了吗？镇长，你每次上交贡品都有所克扣，但我也没计较过吧？胡说！你别在这搬弄是非，快给我滚！我们有了新的镇妖，不会再释放你了。就是，快滚吧！滚！不要再来了！走！你拿着这些，快走吧！走吧！不要再来了！离开这里！滚啊！这些你拿去，以后别再骚扰我们。别骚扰我们了！快走！你记住，就算付出再多，到老了依然会被他们抛弃。但作为镇妖，你却要用一生来履行责任。你会后悔的。责任。要想办法留住猪八戒才行。阿苗，相信我，照我说的做，才能留住猪八戒。这件事也只有你能做到了。为了村子，只好委屈一下你了。镇长这么着急是做什么？不是什么大事。八戒大哥，灵兔的话，你不必放在心上。我们不会像对待灵兔一样对待你。嘿嘿，他怎么能跟老猪相提并论？我倒是想问，灵兔真的当了一辈子镇妖吗？我没别的意思，我不是不愿意，只是想多了解一下。其实，八戒大哥也有意的话，我愿意做你的妻子。你怎么突然说这个？你救过我，在我心目中是了不起的英雄。其实，我原本是想将波波送走的，在这里生活还是太危险了。但自从你答应留下来当镇妖，
这件事便有了转机。因为你，我可以将波波留在身边，你让我觉得可以依靠。八戒大哥愿意留下来跟我和波波一起生活吗？好，我会保护你和波波的。既然如此，我们就先熟悉一下彼此吧。猪头，来玩嘛！来玩嘛！这边。来，慢点。大家这是在忙什么？3、2、1。镇长，为什么把围栏拆了？这围栏拆了之后，商队和大家出行就更加方便了。这样我也可以赚得更多。我相信有八戒大哥在，保护镇子不在话下。是。水妖啊！快跑啊！大家快躲起来！哼，区区山妖！竟敢在老猪的地盘撒野！快走！救命啊！跟我对战还胆敢分心！真以为我对付不了几只山妖？老大爷，快跑了吧！快跑！上了吧，走了。哎呀！幸好有八戒大哥在，哎呦，太危险了！山妖经常侵扰镇子吗？时有发生吧。不过今天的损失对比以往已经小很多了。看来只要有你在，我们以后都不用再担惊受怕了。当镇妖，好像也没有我想的那么简单。我在干什么？答应了，就得一辈子困在这里。不行，趁现在还没铸成大错，速逃为妙。
看来老朱还是只适合做尘世间漂泊的浪子。不好意思了，得把灵兔找回来。找到你了。人类不要你，你也不用这副样子吧？没有供奉，我就要饿死了。哎，被饲养太久，连妖怪的本能都没了吗？嘿，你回去吧，我不做镇妖了。啊，还是自由自在比较适合老朱。嘿嘿，要加把劲儿，才能被大家信任。镇妖是你的责任，好自为之吧。是你叫我回去的。休息一会儿再赶路好了。总觉得有点不对劲儿。灵兔最近越来越反常，对我们不闻不问。灵兔是吃素的妖怪吧？不会吧！哎，可恶！波波，知道来玩吗？灵兔，朱大哥，你怎么又回来了？啊！你这家伙，你都做了什么？他果然开始吃人了。你的责任是保护他们，怎么可以做出这种事？你不也是吗？肩负镇妖的职责，却私自逃走。别忘了，是你让我回来的。没叫你回来吃人的！这感觉太舒畅了。为什么我到现在才发现？我身为镇长，不但保护不了镇子，还总是把责任推给别人。是我害了波波，害了苗女。我给你面了，灵兔，我们尽心侍奉你这么多年，还不够好吗？时刻都想着换掉我，这也叫好？况且我现在需要的是血和肉。灵兔，你惹怒我了！今天我绝不饶你！朱大哥，你要妨碍我，那我也只好将你也吃掉。追风斩击！烦死了！朱大哥，你不该小看我。灵兔，看这里！
我猪八戒遇到的对手中，你根本不入流。我认真全是一碟小菜。苗女，你怎么样？八戒大哥，是你让领徒回来的。事情不是你想的那样。因为你，婆婆被吃了。你听我解释。八戒大哥，我的命是你救的，你要拿走，我不会埋怨。但波波是我生命的全部，他是那么喜欢我，你违背了当初的承诺。我以我最后一口气诅咒你，你的余生不得安宁。苗女，猪八戒，我们都看错你了。你知道我们没有防备的，还叫力图回来，无耻之徒！滚！我就是个懦夫，总是找借口逃走。之前扔下白狼和小雨，现在又……苗姑娘，波波，老猪真的不是有心害死你们。这是咒术。小雨，别怕，不管遇到怎样的危险，我都会保护你。站住！别怕！小雨，不会有事的。白狼，我快不行了，保护小雨的责任就靠你了。寿大人，小雨，白狼，暴雪师兄，白狼，保护好小雨。不要！我要保护小雨。糟了，小雨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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怎么办？我没有保护好小雨，我到底该怎么办？师父，寿大人，傲雪师兄，我真没有。我要变得更强，不管任何代价。我要吃肉，只有新鲜的血肉能让我变强。我要杀了你们！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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白狼，白狼，你们！白狼，怎么了？做噩梦了吗？别过来，会有危险。没事的，放松一点。别靠近我。没关系的，你不会伤害我的。想想美好的事，回想我们在天羽山的日子，
小雨，我没想过会变成这样，我只想保护你。小雨，如果我有一刻想吃掉你，只要这个念头闪过，我立刻杀死自己。我明白的，但你也不必太苛求自己啊。不要担心，一定会有办法的。喂，你们两个，天界那些家伙要找的一个女龙人和一头狼妖，我想就是你们吧？你搞错了，我们只是路过，不是你要找的人。我叫一虎，恐怖森林是我的猎食场，很不幸，你们闯了进来。森林规则：弱肉强食。白狼！狼妖，原来我们是同道呢。既然是同道，不如我们一起把这个女龙人分了吃。我可以考虑不杀你。我不吃人，跟你不是同道。这么说，你是想自己吃了它？闭嘴！闭嘴！你要吃小雨，我就先杀了你！那你们就都去死吧！猛虎下山！不堪一击！寿大人，出来助我！白狼无法再召唤出兽哥哥的力量作战，龙人高洁的魂魄与暗魂不可共存。垃圾！凭什么妨碍老子？滚到一边去吧！为什么有一种似曾相识的感觉？垃圾！凭什么妨碍老子？滚到一边去吧！我为什么有一种似曾相识的感觉？狼妖，你跟我差太远了。没错，这样的重击之前也承受过。老虎，这不是偶然，是一条看不见的绳子，把我们又拉在了一起。那个时候，我很焦急，我知道一定有事发生，
想起来了，青儿最终死去，都是因为一头吃人的老虎。16年后，我与这只老虎一同修成人形，再次相遇。哈哈，狼妖，你没有机会了，死吧！不要！这是什么？小白狼，不用怕，上一次是你救我，这次换我来救你。这个土地神的魂魄，青儿，你是王府家的大小姐。小白狼，你终于想起我了。啊，是一匹小狼。别怕，小白狼，我不会伤害你的。我和小白狼就这样成为了朋友，可我没想到，后来他竟拼了命的救我。白狼，谢谢你。可恶！哪来的垃圾土地？碍事儿的家伙，都给我死吧！住手！一个垃圾土地神也想阻碍老子！青儿，我好高兴，你认出我了。青儿，飞狼爪！好痛，低估这家伙了。地虎，我要杀了你！好痛！白狼的狼魂彻底觉醒了。这家伙力量突然增强了。别高兴太早，我不会放过你们的。青儿，做得好啊，小白狼，你赶走了那个坏蛋。你怎么样了？我没事。原本在那个雪山之夜，我已死了，我们的缘分也该终止。但有一股力量介入，创造了奇迹。小白狼，
你越来越强壮了。你能短短10日修炼得到，而我也不需要像其他土地神那样存储魂魄碎块存活。这一切都是因为永恒之火。小雨，虽然那时他还未曾觉醒，但他的大能却在无意识中影响着周围的所有事物。小白狼，你要好好保护他，这是你的责任了。我会的。青儿，小白狼，我要走了。不，我帮你游过去，你会没事的，你会没事的。没用的，小白狼，在那个雪山之夜后，还能和你们继续生活，我已经很满足了。不，小白狼，再见。不要走，不要走。不行了，这样下去我会死的。死了吗？可以吃了吗？森林法则，没本事的就要被吃。多吃点，身体才能复原。他就是雪山之夜遇到的那头狼妖。狼妖，我一定要杀了你！是他！没想到他竟然恢复得这么快，听声音，他似乎变得更强了。什么？那他又追上来了吗？距离不远。那我们赶紧逃离这里。逃不了，他很快就会追杀过来。我和他必须要有个了断。我闻到他的气味了，他来了。在哪儿？就在我们身边，他随时会攻击我们。想藏在树上伏击我们吗？来吧！不是他，只是普通的山间妖怪。白狼，以牙还牙，这就是你坏我好事的下场。我要为晴儿小姐报仇！不自量力！烈火变得好强，白狼他……知道你为什么打不过我吗？因为暗魂的力量来自杀戮。等吃掉你们，我会变得更强。
想吃掉我们，也不问问本人同不同意。可恶！垃圾女龙人竟敢偷袭我！什么？垃圾女龙人？别以为我好欺负！打死你！打死你！找死吧！怎么回事？这个女龙人让我感到莫名的压力。身体突然定住，不能动了。彻底做个了断吧！竟然逃不出来！是那个女龙人压制了我的暗魂力量，事情突然变得棘手了。不过制造机会很容易，都出来吧！他们是地下专吃腐尸的蠕虫，刚才山精妖怪的血果然把他们引过来了。你没事吧？我没事。糟了，一虎不见了。他还在。在那儿！小雨，一定要跟紧我，小心蠕虫妖，被他抓进土里就必死无疑了。一虎，哼！贝拉，抓住了！糟了，根本挣不脱！贝拉，小雨，怎么办？烟雾太浓，根本看不清，绝不能让那些家伙吞掉小雨。小雨，你在哪里啊？在这里，贝拉，快救我！我快不行了！小雨，坚持住，我来救你！不要！你只是猎物！贝拉，不要！我还不能死！不要！小雨，永恒之火已经被我吃掉了！它是我的，谁都不准抢！没得吃了，快逃！好了，女龙人，让我费了这么多力气才抓到你。在我吃掉你之前，让我看看你到底有什么特别的。蠢材，这世上除了吃的，还有很多重要的东西。我有翻天覆地的大能，能拯救苍生。你吃了我，会害死很多人的。哼，关我屁事！我已经听够了，你去死吧！啊！什么？一虎，
我们之间还没完呢。又是你，阴魂不散！我要撕碎你！不管多少次，我都会重新站起，挡在小雨身前。那就粉身碎骨吧！护魂爪！我堕落成暗魂时只有一个念头，我要保护小雨。是暗魂力量复原了白狼的伤口。吓唬不了我！就剩这些本事了吗？难道他守护这个女龙人的意志真的强大到了这种程度？那就轮到我了！狼牙破！使用兽哥哥的龙魂，但他的狼魂却突然达到了顶点。吃了你！停下！白狼，吃了暗魂，就真的无法回头了。我们还有很长的路要走的。我需要你。他已经没有办法伤害我了。冷静，慢慢的平复下来吧。这只是暗魂带给你的情绪。你要继续保护我，就必须要做一个善良的暗魂。善良的暗魂。笑死我了，那是不可能的。吃了我，你就可以变得更强。来呀，释放你的欲望，这是森林的规则，弱肉强食。要是吃它，一切就完了，我们就再也无法继续行程了。大法师说过，堕落暗魂者会听不进别人的话，但我相信你可以。小雨，别过来，会受伤的。你一定可以控制暗魂的，不要放弃。暗魂，白狼，去找唐三藏，去唤起。白狼，这是你初次考验，去把小雨救出来。小雨，无论身陷怎样的绝境，前路总会有希望的。希望？别担心，我会一直在你身边的。这条路无论如何，我都会坚持到底。寿大人，大法师，小雨，我不能辜负你们的信任！别想控制我！小雨，这家伙什么情况？为了小雨，暗魂之气停止了。
太好了，你做到了，你都听进去了。白狼会听小雨的话。不可能，竟能控制暗魂，两个白痴！竟然败在两个白痴手上！不要得意，你们走不了太远。感觉他似乎撑不了多久了。不，他不能死！小雨，你要干什么？我要救他。他要杀了我们，你却要用自己的血去救他吗？是的，我有一种感觉，不能让他就这样死去。你、我和他，我们在很久之前就已经结下缘分。他因我而修炼成形，就应该由我来救赎。救活他，你就很危险了。有你在嘛，我不怕。而且我觉得，或许他不是那么的坏。醒了吗？喂，我怎么还没死？是我救了你。哼，女龙人，别以为我会感激你，只要我不死，就一定吃了你。可恶，到底想干什么？听着，一虎，你愿意改过自新吗？又来了，他身上那种莫名神圣的感觉，总觉得这个女龙人有种另类的强。眼下也没有其他的选择了，之后再找机会逃。我知错了，我听你的。那现在给你一个任务，与白狼一起保护我走完妖怪大道。你说怎样就怎样吧，大王。他叫小雨，不是大王。你如果再想吃他，我一定把你撕碎。你们要和睦相处，乖。我们真的可以信任他吗？他以往独自在森林生活，厮杀吃人是野兽天性，但若得到教化，未必不能改变。也对，我也是在天羽山龙族的教导下改变的。一虎，你要记得你答应我的事哦。我们走了很久了吧？应该快走出恐怖森林了。前方是什么地方？古城。是的，古城。大法师说过，是个没什么危险的地方。白狼小雨抵达古城之前，另一边唐三藏的旅途也充满坎坷。老雪，老雪。
杀之咒。就差一点了，傲雪！好强的漩涡力量！这是要把我们带去哪里？好重，骨头都差点摔断了。傲雪，台上的台主已经昏死过去了。这里到底是什么地方？迷途的亡魂，不要惊慌。众生平等，终有一死。唐三藏大法师，你已经踏上了黄泉之路。黄泉路？你是谁？我为阴界的亡灵引路，避免他们到处乱闯，成为腐朽之灵。我没有名字，你可以叫我引路者。引路者吗？幸会。此处便是亡灵才能来到的阴界吗？难道我也？没错，你现在便是亡灵。我是亡灵？我只是跌落深渊，被流沙卷到了这里。这不奇怪，人总是难以接受自己已死的事实。看来，你也不例外。我死了？不，我没有死。没错，就是这种疼痛感，跟在阳间一模一样。你们对阴界存在太多误解。其实，亡魂也是有知觉的。别担心，你的大徒弟孙悟空也是我引路转世的，你可以信任我。悟空，你遇见过他？那么，从这么高的地方掉下来，死了倒也正常。真的是我死了而不自知吗？唐三藏大法师，遗忘之桥是你今生的最后一段路，它既是结束，也是重生。放下思念和执着，走过长桥，做一个亡灵该做的事吧。不，我是不会过去的。并非我痴恋人世，只是我掉进阴界的情况特殊，直觉告诉我不能再次放弃。你若拒不上路，可能会被夺走真火，彻底沦为腐朽之灵。明白，我会注意的。感谢你的提醒，告辞。唐三藏大法师是那个大妖孙悟空的师傅，他们似乎都很强大。走了这么久，又绕回这里了，要怎样才能重回人间？傲雪的伤势不能拖了，先给他治疗吧。
雪伤势不轻，虽然保住了性命，但已经昏迷了好长时间。时间来到阴界后，时间感知就迟钝了。我似乎在这里待了很久，但奇怪的是，我感觉不到饥饿。此处茫茫苍穹，无日无月，人置身此地，过着渺小如蚁啊。是鲜活的真火，可以分我们一点吗？这些就是引路者所说的腐朽之灵。求求你别自私，没有真火，好痛苦啊！只分一点点而已啊！赤为拳，不分给你们就抢，在阴界就可以为所欲为，不讲道理吗？他们身上都没有真火，所以要抢我的。看来，真火如果没了，就会彻底沦为腐灵。不好，过度消耗体力也会熄灭真火。你打不死我们的，我会一直跟着你的。这些腐灵还真是阴魂不散，别无他法，只能使出终极大招了。各位，告辞。仿佛走了好久，几天、几个月，还是几年，时间变得好模糊，我的神智也有些恍惚了。我需要打坐，净化一下腐朽之气。感觉很吃力，越来越难专注了。这只能延缓腐朽速度，不知还能支撑多久。喂，唐三藏，你终于醒了。我这是怎么了？你被古龙打断了左臂，之后我们一同跌入深渊。现在我们身处阴界，我正在设法回到人间去。什么？为什么要救我啊？还不如让我死了！可恶，本来就是一个废人，现在还少了一只手。至少你还活着。可我宁愿死啊！我们身处阴界，已经是个半死之人了。当务之急是解决眼下的绝境。失去一臂继承事实，那就接受它。又不是你没了手臂，唐三藏，你少啰嗦了。我们都在阴界了，是吗？好啊，那就大家一起死！不要刚醒过来就叫嚷着去死！不要妄自菲薄，你并不是废人。要相信自己，只有坚持到最后一刻，才有资格认输。我是不会放弃的。终于找到你了！又是这些家伙！可恶！什么呀？你说什么呀？他们是阴界的腐灵，不停缠着我们，真够烦的！都放马过来吧！统统给我消失！把这火分给我们！解决掉他们了。他们是谁？他们是不死之身，很快就会卷土重来，会一直阴魂不散地缠着我们。没有人啊！你发什么神经啊？为什么对着空气挥拳，自言自语的，跟个傻瓜一样？
还朝地上打了2个洞。没有符灵，只有我看得见。那么，是我的心智已不知不觉间失控了。喂，你到底怎么了？在阴界逗留太久，我在逐渐腐化，一定要保持清醒。没用的，快把真火给我！你也变成他们了？我怎么了？老许，快醒过来！等一下！岂有此理！竟然这么野蛮地欺负我这个可怜的伤者，简直欺人太甚！唐三藏，别以为我真的怕你啊！老许，你要撑住啊！不要被腐败之气侵蚀！唐三藏，你迷失心智了吧？迷失心智的是你呀！是你逼我的！你说什么？只有这种程度吗？还没完！冥顽不灵！唐三藏，打吧打吧，打死算了，反正我也不想活了。我常常跟你说要重视自身修养，没想到如今迷失的却是我自己，是我失去理智了。你终于清醒了吗？大概只能维持片刻。生死有命啊！本以为会有一番作为，没想到却要命丧于此。喂，说什么胡话？你不是说要挣扎到最后吗？我已经挣扎到最后，至少救了你。龙魂承受腐化的能力更强，你还有机会逃出去。你走吧，在我再度迷失之前。喂，唐三藏，你耍我？是你硬要救我回来，现在又要叫我自己走。救了人你就要负责到底。哼，路我不会找，要走一起走。这番鼓励从你的嘴里说出来，真是奇妙。这不是鼓励，这是谴责。我也不想放弃，但实在是没有办法了。我看到的幻觉越来越严重，很快就会彻底分不清真假，化为腐灵，永远的在阴界徘徊。真的没有办法了吗？师父，敖雪，终于找到你们了。悟净，敖雪，说了你可能不信，我竟然看到了悟净。没错，师父，的确是我。腐败之气，破！师父，回来吧，还有很重要的事情等着我们去做。自堕入阴界后，受到黑障侵蚀，一直难以自控。如今竟然一下子清明了。啊，西行之路尚未完成，果真还是命不该绝。师父，我在阴界一直追寻你的下落，幸好最后赶上了。必须加快行动，前往阴界救出师父和敖雪。我是赤面鬼呀！今日打扰，只为借阴世铜盘一用。我还真想知道，在新师傅的教导下，你到底长进了多少？
想抢吗？也可以试试看。得罪赤面鬼，你忍心这样对盲女吗？其中一个人偶就是他，你不该动他的。是他，古小月。假的。阴氏同盘，帮我找出唐三藏。看到了，阴氏同盘指出了师傅的所在位置。唉，要是再晚些，我估计又得死一次。敖雪，你为救大家，将古龙拖入深渊的表现，真是令人刮目相看。切，这有什么？差点以为没希望了。古静，你始终都是这么可靠。哎，这位是？我叫古小月，和大法师曾有过一面之缘。在流沙河畔的旅社之中，是沙悟净的朋友。不会吧？沙悟净这么死板的家伙，居然也有异性朋友？在那之后，我的魂魄一直被阴界王囚禁，是沙悟净解救了我。阴界王，他是我跟随师父之前侍奉的主人。我从前替阴界王搜集魂魄，直至师父提点离开了他，导致他一直怀恨在心。这次又夺走了他的宝物，他必然不肯轻易了结。这个传说中的阴界王，不会是一个身形巨大、样貌猥琐、推着一辆铜车到处横冲直撞的怪人吧？唐三藏大法师真是神人，居然猜测得这样准确。不用猜，可以直接看到。啊！赤面鬼，你背叛我，还偷我宝物，我绝不会放过你！哇，这也太夸张了吧！没想到这么快！大家快逃！没想到你们这些贼匪居然聚齐了，刚好可以一次除掉你们！这家伙杀意太强，根本无法沟通。现在还有什么办法？师父，我需要你们帮助我挡住他。我施展阵法，让我们的魂魄回到阳间。没问题，老薛，我们拼死也要拖住阴界王。我就只剩下半条命了，难道不是应该好好休息吗？唐三藏，你还有没有人性啊？喂！抓住他们！若按阴阳艺术之力，配合阴氏同盘之力，应该就能打开回去的通道。那个，我能帮忙吗？可以。阵法的基本是数字，搜集这样的石头，5颗一组，有你帮忙，可以加速布阵的速度。当年我走了之后，你过得怎样？后来怎么会来到阴间？起初还是如常的生活，直到有一天，莫名被一只蝎子叮到，那蝎子的毒性极为惊人，我强撑了几日，最后没能撑过去。那只蝎子极有可能是阴界王的使者，他无法在阳间活动，却可以借助一些毒物来为他办事。因为我的缘故让你受苦，今生我欠你太多，对不起。你不用自责，是我该多谢你一直照顾，若不是你，或许我早已死了。不会。阵法已布置妥当，这样就可以了吗？应该马上就会起作用。我们大概还要等多久呢？不知道。啊，那他们……给我死！碍手碍脚的家伙！
疼！糟了，我的三昧真火也发生变化了，怎么迷迷糊糊的？好像没有办法集中精神化为龙形了。怎么，变不了龙形了吗？看来你伤得挺重啊！头好痛，昏昏沉沉，究竟怎么回事？阴界的亡灵在我面前是无法保持自我作战的，因为我是阴界的王。顶住！自身难保。我主宰一切，你们只能顺从，顺从。不行，由他身上吹出来的怪风，不断在削弱我的意志。这就是唐三藏之前面对的困境吗？和你拼啦！还要挣扎，成为新的引路人不好吗？啊！我宁愿死！唐三藏，我撑不住了！他们快坚持不住了。阴氏同派还是没有任何反应，你不紧张吗？紧张，但没有办法。小月，不得已之时你要逃走，知道吗？那你呢？我将站于师父左右，直至最后。倒转了？是谁？我说，倒转了。那个阵法，这里的阴阳艺术与人间不同，把法阵倒转摆放，如水中倒影一样，或许就能行得通。没错，如水中倒影，在阴界的阵法是相反的。小月，我们赶快调整布置。明白，左右互换，就如镜像。多谢姑娘提点。别客气，阴界王会知道的吧？不过，希望能帮到唐三藏大法师。成功了！到此为止吧！老徐，撑住啊！糟糕，头脑一片空白，倒下就完了，必须守住。不必挽回，有些不复吧。到达极限还能与我纠缠这么久，你的确与一般龙人不同。优质的龙人魂魄可不常有呢。我先收下了。好了，求助阴氏铜盘的力量，将流落阴间而尘缘未尽的4个魂魄——唐三藏、宝雪、古小月以及沙悟净，送回人间。人呢？不见了！主人，他也不见了！可恶，竟让他们逃了！主人，别难过，我扮鬼脸让你开心啊！滚开！好气啊！他们可以回到人间逍遥快活。我却留在这破阴界当王，除了缚灵，什么都没有。不过，你们总会再回来的，赤面鬼，我会一直等着你。我们的账
慢慢算。这里是深渊底下，看来重回人间了。身体仿佛灵魂出窍般虚脱。敖雪，敖雪，醒醒！哎，虽然还在昏迷，但脉象平稳，应该没什么问题。看来，当日被漩涡卷入阴界的，只是我和敖雪的魂魄，而肉身一直留在深渊底下。也不知过了多少时日，得赶紧重返地面。这么高的崖壁，爬上去起码得几个时辰，更何况还带着他。唐三藏这个傻瓜还真好骗。什么声音？总感觉有种说不出来的古怪。大量深渊妖怪藏身缝隙中，万不可发出声响惊动他们。只剩最后一步了。终于上来了。你醒了？哎，一早就醒了，懒得动罢了。你这家伙一早就醒了，却装昏迷，让我把你从深渊底下扛上来。嘿，这是残疾人的优待。不高兴你就再把我扔回深渊底下呗。师父，你们终于回来了。我在附近等了很久，还担心你们会不会出了意外。吴静，你也平安回来了。我们没事。小月姑娘呢？她现在是魂魄形态，暂时附身在我体内。她长期附身在你体内，对你有损。不过我会择日给她超度，让她轮回上路。多谢师父。我们离开的这段时日，八戒和白狼应该护送小雨走远了。是的，初步推算，他们应该已经到古城了。一头蠢猪，一头蠢狼，应该都被吃了吧？确实让人担忧。白狼阅历尚浅，八戒责任心不足，小雨若是出事，看来不宜耽搁时间，立刻上路吧。唐三藏等人正前往古城，而此刻，白狼和一虎、小雨等人正遭遇古城士兵们的伏击。邪恶而污秽，你是暗魂。士兵的职责就是驻守古城，不放过任何一个暗魂。士兵都督欲将三人烧成士兵。烧死暗魂，恢复正义！很快就大功告成了。危难关头，万幸有小士兵施以援手，救出了众人。出来了！再晚一点，不被烧死也被呛死了。你们是怎么出来的？是我将他们放出来的。士兵996，跟你们从来都不是一伙的。上了！先生叛徒，不可饶恕！一传叛徒！你们真的惹怒我了！
决正义，那就只好代表正义处决你们了。来呀，我们不怕。攻击！他们上来了，我们一口气冲出重围。让他们跑了！我的血救了你，同时也影响着你。你现在感到痛苦，是因为你心中善恶两股力量在抗衡。那我要怎么办？你得自己选择，这决定了你今后的命运。一虎！删就删了，姑且一试了。抓住他们！别纠缠了，一旦被压住，就无法挣脱了。一个也别想跑！我一手建造了古城，我是这里的第1个士兵。你们根本不明白我的伟大！我要处死你们！处死你们！这家伙真够烦的，看来他是下定决心不让我离开这里了。上面！再跑快点啊！已经很拼命了！休想逃！卑劣的暗魂，接受制裁吧！暗魂，死吧！全身骨头碎裂的声音，暗魂死不足惜。你们侮辱我这个正义的守护者，必须付出代价。下一个。别过来！破石头！你压死他，我就没办法做好人，就得挨饿。听不懂你在说什么。既然你这么急着送死，我就先解决你。没那么简单。那个家伙，即使被伤得再厉害，也能继续站起来。只是回想起，都觉得像个噩梦。说的是我吗？久等，我要回来了。我就知道，你应该已经被压碎了。为了保护小雨，我是不会倒下的。就是这种死缠烂打的拼劲儿，来吧，一起用力！好。等一下，我是正义的士兵都督，你们不能这样对我。
滚回你出生的地方！可恨！竟敢破坏我多年的心血，你们一个也逃不掉！跑不动了，停一停吧。我们已经跑回恐怖森林了，那些石头只会依附古城活动，不会追来了。白狼，你没事吧？刚才以为你被压扁了。已经没事了。变成暗魂后，虽然无法召唤兽大人，但感觉力气变大了，受伤也没有什么大碍。暗魂虽然强化了你的本能，但这样总归是不好的。哎，终于安全了。在见到大法师之前，我也暂时和大家一起上路。我们现在该怎么办啊？一虎，你有什么提议吗？当然是悄悄地穿过去。士兵的警戒布置我都清楚，之前也试过几次。或许可以一试，只要不惊动那个都督。一虎，你这次做得很好。第一次被表扬了。戳到了！你以为逃到这里就安全了吗？你们魏人也太小看我执行正义的决心了！士兵都督，他变得很奇怪，这个感觉难道是暗魂？他堕落了！切！一看到年轻活力的肉体，就觉得愤怒。我没有的，别人也不该有。一虎！我要吃掉你们，重新拥有强壮的肉体！哼，士兵都督，我果然没看错，你天天把对抗暗魂挂在嘴边，但你心里知道，你正在堕落，你这种人最没道德。小士兵996，我们是一样的，应该加入我。你错了，看我的！加油，小士兵！霸烈穿云枪！自我量力。我的命运已经无法改变，但我可以轻易掌握你们的命运。危险！看你们怎么逃！都被封死了！我要吃掉你们！士兵都督，放弃吧！就算吃掉我们，你也不会获得神体的。光你们还不够的话，那我就吃掉全世界！那世上就只剩一个痛苦的灵魂了。士兵都督，第一个舍身救世的士兵，由无私奉献到积怨堕落，过分完美的想法，到头来还是行不通的。师父，唐三藏大法师，暗魂退散！好痛苦！唐三藏，你干了什么？唐三藏，我要吃了你！都督，如今的你不过是个内心充满怨恨的尸妖。回想当年，你为天下苍生自愿成为不死士兵的大爱之举，令我深受感动。我是古城的都督，我的人民需要我来守护。只有拥有更强的战力，才能让人民活得更好。我愿意成为士兵，永远守护古城，让我的人民世世代代受我庇护。可惜，
人的生命终究太过短暂，但只要留住他们，我就可以继续守护这座古城。唐三藏，你懂什么？我做的一切都是为了我的人民。我现在明白，大爱走到尽头就是大恨，困在始终没有出路的痛苦，扭曲了你的灵魂。事到如今，我只有这条路可走。杀悟镜在此。士兵都督，路永远不止一条。你选择堕落暗魂，危害他人，别说这是迫于无奈。在坚不可破的顽石失去信念之后，也不是一块豆。你有没有想过，那些被你烧成石块的人民，又何尝不是痛苦的？他们真的想要变成这样吗？我付出了那么多，到最后难道都错了吗？安息吧，都督。人民早已不在，你的责任也完了。太好了，师傅，我以为你死了。看来我不在的时候，你们也干得不错。白狼，你看上去有心魔作祟，好在你用意志把它控制住了。我来帮你化解它。师傅，我没事了，我没事了！这个傻瓜！太好了，太好了！哎，无聊，这点小事也用得着大呼小叫的？太好了，敖雪师兄你也没事啊！那个家伙再不管，就快要不行喽。野虎？哦，他叫野虎。吴京，带他下来，看看还有没有救。呀，还有小士兵！在这儿，找到了，还没死吧？全身都痛。一虎，你终于醒了。我没死吗？这是在哪儿？我们还在古城，不过别担心，士兵们都已经走了，现在安全了。是狼妖那小子干的吗？不是，唐三藏大法师救了我们。唐三藏？就是我之前提过的大法师。你的伤也是他医好的。伤口撕扯的好疼。你还得休养一段日子，来补补身子吧。小雨，你往后让让，我先帮他看看。一虎是吧？刚醒过来，你得先吃药。来，直接吞下去。大法师，这样会不会噎到？要不我来？只要这样吃才有效。放心，马上就吞下去。大法师，他这样没事吧？
这就晕了吗？脉象平稳，康复的不错，除了不能动，没什么问题。大法师果然厉害。有件事必须提醒你，这家伙是暗魂，留在身边会有很大风险。他帮了我们很多，没有他，我们支撑不到现在。身为暗魂，需要大彻大悟，才能真正回头。就像当初悟净那样，可那是非常不容易做到的。我知道，但我相信他会转变的。在你身边的暗魂，似乎会受到某种程度的压制。好吧，希望你是对的。我先去休息了。大法师，等等，有人想见你一面。是谁？就在你脚下。唐三藏大法师，还记得我吗？小士兵。当年大法师路过古城，你对我困在石中的遭遇深表同情。我问你可有解脱之法，你说有的，请大法师帮我，我想回矮人族生活。对呀，大法师，你这么厉害，一定有办法的吧？有这回事？我什么时候说的？大法师，请留步！我的魂魄被烙印在石中，求生不得，求死不能。请问有没有方法可以摆脱这种痛苦？有，我此行正是为寻求解脱世间痛苦怨恨之法。只要我西行归来，你也能从石中解脱。抱歉，我帮不了你。我那时的想法太天真，因此误导了你。以大法师之能，或许还有其他的方法。我唯一能做的，就是打散你，然后超度你的灵魂。可是，我还有心愿未了。除了帮你解除封印，你还有其他的心愿吗？不，没关系了。等等，人生总是充满遗憾的。大法师，你就不能委婉一点吗？打消掉不必要的幻想，才是最好的办法。他正是天下大势改变的受害者。天下大势改变？永恒之火，也就是你。易位之后，世间阴阳失衡，那些本不会堕落成暗魂的妖精，最后也……既然一切因我而起，那我也可以修复这一切吧。我不想再看到有人像小士兵一样受苦了。但是，若这是我的使命，那我一定要去做。我要拯救这个世界！喂，半夜3更大喊大叫，别人不用睡觉的吗？你是用大叫来拯救世界的吗？对不起，对不起。背负世间的不幸和痛苦，以拯救苍生为目标，就像那时的我一样。希望这次你不会重蹈我的覆辙。虽然不知道前路还会有怎样的艰险，但我相信一定会有正义的力量破除黑暗的。居然会在这里遇到山妖！一打起来，暗魂的气息又涌上来了。
不知道我现在还能唤出火龙魂吗？正好拿你们试试。寿大人，出来呀！幸好你还没有抛弃我。那能不能同时使用狼魂力量呢？竟然真的可以啊！好痛苦！不能让小雨担心，我要控制住他们。太好了，我做到了！看来还需要多加练习啊。整顿后，很快又要上路了。如今师傅他们也已经回归，一切又恢复如初了。谁？这个身影，难道是八戒师兄？别跑啊！八戒师兄，你别跑啊！不见了，难道是我眼花了？三尊同时苏醒，又会陷入互相制衡的无聊局面。我已派人着手处理此事，永恒之火不久就会重归暗影天宫。很好，有了它，暗影就再无顾忌。暗魂的气息，还不是一般的暗魂。就是他们没错吧？没错。别怕，我们是来自暗影天宫的使者。我是暗影神天满星，请多多指教。废话真多，不就是堕落了的天神？天神的时代已经结束，如今主宰一切的是暗影神。我们没有恶意，诸位不用再逃了。哼，还有这种好事？不仅如此，我们还要带永恒之火天宇之姑娘去暗影天宫接受封赏呢。你这么丑，一看就不是好人，我不会跟你走的。妖怪大道凶险难料，你跟我们回去，暗影神会把你照顾得舒舒服服，你的同伴从此也自由了，说不定也会被封赏呢。哦，暗影神准备怎么照顾小雨啊？当然是好生款待，锦衣玉食，加封论赏呀。恐怕这不是他想要的。姑娘想要什么，我们一定满足。
他刚才喊的那么大声，你没听到啊？他想要阻止暗魂拯救世界呀！而且天宫之上，觊觎他的天神众多。当年悟空和如来拼死将他救出，身为监护人，我岂会再把他推入火坑？我说过，我们和过去天界那帮人完全不同。确实，过去的天界尚有正直的天神，而你们只是一群堕落的乌合之众。暗影天神已经统领天界，我们就是真正的天下正道。暗魂永远都不可能成为正道。小雨，往后退一点，有些人吵不过就会动粗。好的，大法师。你们统统去死吧！似曾相识的感觉。唐三藏，我等这一天等得太久了。师傅，大法师，这战斗力不是一般的对手。狡猾的匪徒，这种攻击根本伤不了我。闭嘴的家伙！拥有强悍的力量，同时还刀枪不入，是强敌。风沙之刃，这是对我挠痒吗？东躲西藏的鼠辈，再皮糙肉厚的野兽，身上也有脆弱的地方。蠢啊，太蠢了！你太低估我了！像苍蝇一样，烦死了！我先杀了你！别光顾着玩儿，永恒之火要紧。它已经是我们的囊中之物了。不准伤害小雨！可恶！不知死活！白狼，那个傻大个没你灵活，溜他呀！
第一次看到被下妖溜得团团转的天神啊，不是暗影神，对吧？白狼，放心，我不会让他这么容易就死的。奇怪，你的招式……哼，以为我被藏心阁的大火烧死了吗？是你？龙魂斗气！不会放过你的！那个骑狗的金刚，小鬼，你把我惹恼了！原来你没死，竟变成了这副模样。金刚大神，对不起，让你受了这么多的苦，请接受我的道歉。他是傻瓜吗？下地狱道歉吧！你们令我受的苦，我要你们加倍奉还！白狼，小心！这位堕落天神实力了得，不好对付。他比没堕落之前更强了，变成暗魂似的不再拘束，犹如一头猛兽。母亲，不要！是死灵召唤术。我好言相劝，你们却不识好歹，那就只有把你们统统收拾掉！亡灵武士们，杀！小心！这些死灵都是久经训练的武士，不是一般的无主之灵。别跟他们拼蛮力，扣关节！这群家伙打不死吗？师傅低头！一鼓作气冲出去，否则永远突围不了。变快了！无惧！天神的咒语果然高强，不但能召唤死灵，还能制定战术。干嘛都追着我啊？那个躺着的更好砍！住口啊你！白狼，跟这群家伙在一块儿，必定没什么好事儿。先走为上。可恶，完全动不了。我知道你想去帮忙，但现在休养为重啊。
救命！垂死挣扎。大法师，亡灵武士的数量又变多了，必须解决施咒者才行。你和当初一样，欺人太甚了。哼，低等下药！今天你和永恒之火都别想逃出我的掌心！你休想接近小雨！兽大人助我！龙魂，为什么伤不到他？世上再也没有任何火焰能使我痛苦了。老师，子贤，你的伤势很严重，但我会好好照顾你，一切都会好起来的。救我！好好休息吧。我不甘心败在一头狼妖手上，全身的灼痛时刻提醒着我这份不能磨灭的耻辱。老师的照顾并不能消除我内心的仇恨。我的救赎来自他。堕落吧！元始玉尊给了我新生，令我彻底觉醒了。作为暗魂，我获得了前所未有的力量，成为了吞噬一切的复仇之火。只有这点本事吗？太弱，太弱了！没机会了，乖乖受死吧！我一直在等待这一刻，我要让你感受到百倍千倍的痛苦。这就不行了吧？没用的家伙，去死吧！白狼！不管愿意与否，命运都将我们聚到了一起。对，命运是由你自己决定的。终有一天，这个世界尽头才在脚下。
前，生命结束间，平行线才会有。来了一个碍事的家伙。八戒师兄，猪八戒回来了。死猪头去哪儿风流快活了？现在才肯回来。八戒，二师兄，师傅，各位，老猪惭愧，实在没脸再见你们。你说什么呢？八戒师兄，之前树林里的那个人果然是你。对不起，白狼。就算我回来了，恐怕也不能跟你们继续走下去了。老猪已是将死之主，现在我看也看不见，已经难逃大限了。八戒师兄，什么？你又在外面惹了什么祸？可恶！废话还真多。哼！但老猪临死之前，至少还要大干一番。什么狗屁暗影天神，让我来会会你！还以为是什么厉害的角色，原来不过如此。亡灵武士变得更强了，我们要想办法打断那个师傅的暗魂。惯用法术的家伙，多数都不擅长近身战斗，只要能一口气冲过去，就能解决他。师傅，我掩护你。他在有意围堵我们。这样下去根本无法突围。八戒师兄被打败了，怎么办？但是师傅和沙悟净师兄，不痛不痒，没吃饭呢你！出来教教你怎么打架！大提起！哇，八戒师兄这个集气量远超以往。这个集气程度不是一般下药，必须认真对付。这么积极的作战态度非常少见，看来八戒受了很大刺激啊！
暗影天神，有什么本领尽管使出来，保住赵丹传授。不知死活的蠢货！暗黑，紫光转轮翼，死吧！论力量，没人是我的对手。老朱，我就是有一身蛮力。那个也是你们的同伴吗？是啊是啊，他和平时比算斯文了。这家伙好狂，不能招惹他。小心！出来吧，寿大人！现在，让你见识大妖真正的力量了！什么头皮铁骨？将你打碎！这头猪打成这样，真是废物！得赶快捉到那个女龙人。我西比耶稣。看我狼爪！看来经过之前的历练，我变强了不少。白狼！白狼，他们是受法术驱动的，不要恋战。小雨就交给你了，我去对付那个家伙。知道了，师傅。白狼在我的教导下，的确成长了不少。师傅，吴京，我们上！只要能近身，胜利就是我们的。看来现在只能相信师傅和师兄他们了。这样下去，白狼他会撑不住的。吴京，大风沙海！赏你几拳！强攻列阵！唐三藏，今天就是你的死期！师傅！唐三藏，师傅，别速战速决了！野兽果然出
了蛮力一无是处。你的攻击我已经看穿了，死吧，毒妖！什么？在下沙悟净，同样擅长法术，多多指教。天满星，你的布防我一眼就看穿了。道行这东西，你还差一点。别小看我，我还有金身铁盾鞭，而我有这个。无名武士都消失了。好，终于打败了那个暗影天神。还有另一个暗影呢。什么？野兽还有一种好处，就是皮糙肉厚。岂有此理！结束了。终于打败他们了。八戒师兄，幸好你及时赶回来。白狼，你做得很好。小雨没事就好。看来我们轻视了这些人。我明白，我还能再战。喂喂，还想打吗？什么暗影天神，不过2个走狗。也是。你们以后别再来找我们麻烦。果然不好对付。变冷了，这风吹得好难受啊！这次又是谁？是强敌，务必小心。你们若肯乖乖交出永恒之火，本王也不会为难你们的。您怎么也来了？经过妖怪大道的试炼，实力果真不能小觑。看来单凭紫弦与天满星无法除掉你，那就由本天王亲自出手吧。看来敌人连一点喘息的机会都不愿给我们。这人是谁？是他们的老大吗？他是天界鼎鼎大名的南方将军，增长天王，连他也堕落了。4大天王之一，竟也来了。那他应该很厉害吧？废话，这家伙与前2个根本不是同一级别的。呵呵，这么抬举我吗？那我便送你们一个见面礼——森罗宝镜。
怎么了？大家还在吗？这是哪儿？那2个暗影，还有增长天都不见了。小雨呢？小雨在哪里？你竟没有看好他！你先别吵。师傅，我猜想，不是他们不见了，这块镜子应该是问题的所在。小雨还在镜子的另一边。啊！这到底怎么回事啊？我们几个被吸入了镜中的世界。贝勒，喂，放我出去！你们休想从我的宝镜中逃出来！现在，永恒之火唾手可得。可恶！看我打破这镜子！还不清楚这面镜子的古怪，不要鲁莽。哼，没用的，只有我主动撤回法术，或是从外打破，你们才能回来。可惜，你们全都被吸入了这镜中。不，还有一个。没错，我老朱在此，谁也别想带走小雨。原来是只瞎眼的猪妖，怪不得没被收进去。八戒，打碎镜子，你是我们唯一的希望了。哼，真是可笑，竟把希望寄托在一头猪妖身上。暗影神的实力，岂是你们能揣度的？看法宝，玉章鱼兽。小心啊！哎呀！猪八戒，面对我的宝物，你这猪妖也算表现不错。八戒师兄好像很痛苦，我们真没办法出去吗？这个法器毫无破绽。啊！那我们岂不是要在这里等死？呸！本大爷才不要死在这种地方！小心脚下！这些是什么鬼东西？那条龙叫什么来着？老雪，小心身后！好险！谢谢。切，
我是怕他会攻击我。越来越多了。无尽师兄，我来助你！火龙环，怎么回事啊？真没法施展任何法术技能。现在我们只能凭武力硬扛了。师傅！本来你可以死得不这么难受的，可你非要激怒我。你看起来是有两下子，要是从前，我可能早就逃走了。但是现在，不要小看老子啊！给我滚开！打得好！抱住我！你也要轰轰烈烈的做一次英雄！好！嘿嘿嘿，死猪妖，现在是你和我的战场了！谁跟你说只剩你我了？猪八戒，章鱼快暗魂化了！什么？猪八戒，振作呀！跟我回去吧，天宇之国呀！你放开！你身上有无限潜能，何必浪费在他们身上？加入暗影，才能展现你真正的价值。痴心妄想！这也由不得你了。时间不早了，我们该走了。喂，人家说不要，你没听到吗？谢谢你的章鱼。哼，这个不好使，还你。啊！我的宝物，猪八戒，你敢毁我宝物？嗨，暗影天王也不过如此。哼，头猪妖竟要本王亲自出手！找死！
收拾完他，可否奖励老朱一个拥抱？不行。那好。竟敢惹怒本王，就让你尝尝不同的死法！师傅！救命啊！滚开！快跑！唐三藏，白狼被围攻了，快去救他！白狼，吴京，好多金妖，都是从树林深处跑出来的，不知道还有多少。白狼，我没事，就是体力消耗得很快。刚才就觉得有些古怪，这似乎是镜子的特性，镜内会吸取我们的能量和生命，然后催生出镜妖。这些镜妖会源源不绝地出现，直到我力尽而死。师傅，我们现在怎么办呢？八戒还在努力，我们也不能放弃。唐三藏等人陷入苦战之时，孙悟空从天界离开。辛苦一场，怎么能不顺手捞一笔？以后天神的事儿还是少理为妙。幸好这一趟还有点收获。道德老头的灵丹。虽然老家伙的人品不怎么样，但是灵丹还是不错的。就知道你本性难移，孙悟空。是杀心？是那个老家伙让你来抓我的吗？我不是来抓你的，至少今天不是。那你跟着来干嘛？只是来通知你，暗影加快了抢夺永恒之火的计划。永恒之火？他现在正由唐三藏等人护送返回比界，目前已到达古城附近。师父，暗影已经出手，唐三藏他们需要你的帮助。你既然知道蓝影的企图，为何不直接出手？天神之道是复杂的，很难向你说明缘由。我的话已经说完了，希望你们能保护好永恒之火。装模作样的家伙，真让人不爽。这是
出现在这里？别婆婆妈妈的，带好就赶紧上路吧啊！天诛！竟又出现在我面前。看来这一次西行又有不少架可以打了。哼哼，看看师傅在哪儿？位置有点远呢，事不宜迟。不知师傅他们是否能认出我现在的样子？去吧，飞向妖怪大道！呀哈！这些禁药无穷无尽，我们会死在这里的。坚持住，还有机会。唐三藏，我们不会真的死在这里吧？不用担心，八戒还在外面。能真指望他吗？绝大部分时间是信不过的，但只剩下他了。也有非常非常罕见的情况，他会不自觉流露出勇武的那一面。这次只能靠你了，八戒！五猪逃窜！小人不要怕，这里交给老猪。切，只是一头负伤的猪妖，还胆敢与本天王作对，不自量力。不过，偶尔享受一下狩猎的乐趣也不坏。让你看看我真正的实力！面对你这种猛兽，可以用什么法器保护呢？就这个吧，捕兽宝龙。猪八戒！哼，困兽之斗。要是你刚才选择逃跑，我还有一线生机。就算是死，老猪也不会再逃。呵呵，凭听觉确定我的位置吗？有意思，这可是本天王最有趣的宝物之一，名曰阴风鬼女。听觉已除，那么接下来是嗅觉。好刺鼻，连呼吸都变得困难了。那猪八戒的？且不论嗅觉，单凭这等爆炸，猪妖也无法承受。只有这点能耐吗？猪八戒，怎么可能？老猪还能大战300回合？哈哈哈哈！看你能撑多久！不能看，不能听，不能嗅，无法对外界做出任何反应，只不过是一具行尸而已。
来呀！老猪我不怕！来呀！什么狗屁天王，只会做缩头乌龟吗？最后一步了，破军长矛，死吧，猪妖！不要！你这猪妖竟敢耍我！好，那我就再跟你玩玩。猪八戒，小心他的弩箭！只是胡乱防御罢了。看来他的确是感官全失了，但是……猪八戒，你没事吧？难道是猪妖能感应到他？虽然我听不到，也看不见，但这一片漆黑中有唯一的亮光，一次又一次为我指明了方向。那就是他，永恒之火。啊！对不起，当日老猪离开了你。没关系的，你现在不是回来了吗？这些时日里，老猪一时糊涂，做了很多又蠢又自私的事，命不久矣不说，还害了别人。才不是一时糊涂呢！你呀，一向都是又蠢又自私的讨厌鬼，可别在这儿装无辜了。老猪，就用战斗来补偿吧！来嘴硬，不是本天王的对手，对付休面！不用怕，老猪在。我皮糙肉厚，这不算什么。我看你能挡到什么时候！你这破法宝，能来给老猪挠痒痒的吗？给我滚吧！切，区一只猪妖，竟能跟本天王纠缠到这个程度。好，那就赐你死个痛快！宝镜，有人在动本天王的宝镜。你霸烈穿云枪！小雨，你没事吧？大人，三个大法师。现在交给我们吧。我的宝贝呀！是谁打破了镜子？是我，小士兵。我没离开呢，很讲义气吧？没想到会是你救了我们。三藏大法师，你终于回来了。我不能在这里倒下。八戒师兄受了这么重的伤，竟然还在坚持。八戒，来呀，老猪，不怕你！八戒，你做得很好。是师傅吗？剩下的就交给为师吧。
八戒，你们竟然打碎了我的宝镜！小士兵，过来！真是麻烦，一切又要重新来过。糟糕糟糕！用什么法宝好呢？大脚蜘蛛？不行，太笨重了。冰蚕幼虫虽然可以，但是增长天王，如果我马上就要打爆你的头，你想好用哪些宝物阻止我了吗？放肆！给本天王站远点，等着，等本天王选到合适的。岂有此理！这里每一个宝物都耗费我数年之功，乃是我毕生的心血。你竟然够了！真多！早知道这个增长天王这么弱，我就参战了。是吗？你现在去也不迟啊。怎么可能？增长天王，我们暂且撤退吧。你们还有脸说撤退？增长天王，你要做什么？要不是因为你们两个废物办事不力，我堂堂暗影天王会被这群乌合之众击退。是我们拖累了增长天王。多说无益，那就战到最后吧。很好。紫弦金刚所说深得我心。既然这样，就拜托你了。增长天王，你要干什么？增长天王。妙，天满星，这么着急是要去哪里？我们的战斗还没结束，难不成你想当个懦夫逃跑？增长天王，不要杀我！怎么会呢？本天王只是想让你们成为我强大力量的一部分。你们应该感到荣幸。白狼，无法亲手杀掉你，但是你终将死无葬身之地。那就是暗魂的法术，这下更不好对付了。浑身又充满了力量。
很久没这种释放的感觉了。天规戒律，繁琐教条，而我的灵魂也似乎在这无尽的消耗中慢慢枯死。增长天，想摆脱这种生活吗？还好，我遇到了他。是他让我将压抑的东西全部释放，让我知道了什么才是真正的自我。哈哈哈哈哈！世上所有枷锁都应该被全部废除。大家后退。哼，这些也是我身上禁锢已久的枷锁。给我滚吧！无知的凡人们，见识一下真正的暗魂之力吧！暗天无影刀！唐三藏，多谢你让真正的我释放出来，如此功绩，该赏！好险！哈哈，热闹，全都一起来吧！有种不好的预感。他想干什么？快跑！小雨。全都给我毁灭吧！还有谁？太可怕了！竟然为了增强力量，面不改色的吃掉同伴。我以为天神都是很正经的，不会做出这么疯狂的事。正经不过是为了掩饰内心的疯狂。还聊什么天啊？那家伙快追上来了！凡人逃跑是不负责任的表现呢。增长天王，如此死缠烂打，是怕我们会把你被打倒的事情说出去吧？你不会有这个机会的。你们谁都别想逃，这一场狩猎游戏才刚刚开始。南天王，没想到在这儿还能遇见你。这声音，怎么，在天宫还没打过瘾吗？这小猴妖是谁啊？总感觉似曾相识。
又是你这狐妖！喂，这里可不是暗影的地盘。识相的话，快滚吧！真是冤家路窄啊！哼，就凭你一个手下败将，能把本天王如何？动嘴皮子很难说明白，那就用行动告诉我！哇，好凶啊！天王，你太慢了！哼，我看你能躲到什么时候！再来！居然能挡下我的南天宝刀！还是这么不经打。师父师弟，我不在的时候，路不太好走吧？悟空，果然是你！我回来了，现在这里的一切就交给我吧。原来是悟空师兄啊！这家伙不是投胎去了吗？嘿嘿，当日南海分别后，我到阴界走了一趟。啊，这就是我投胎转生后的样子。阴界的遗忘之桥，应该会洗去你的一切记忆。为何你会？师傅说的是凡人的情况，我可是齐天大圣，自然与众不同些。孙悟空！师傅，接着。从道德太尊那儿带了些仙丹给你们疗伤，其余的打完架再说。你这狐妖，当初只是让你侥幸从天宫逃脱，今日就彻底了结你！突然变强了。我要你死无葬身之地！看来他已经将自己彻底献祭给暗影了。见识一下暗影的真正威力吧！来吧，我背叛你！悟净师兄，我们也一起上吧。白狼，愣着干嘛？快过来！啊，师傅，喝茶。谢谢。师傅，我们不用去帮悟空师兄吗？我这里还有一些干果。我也要。按照以往的经验，悟空出手的时候，我们便可以休息了。这猴子换回原来的样子，还是这么能打。差点忘了八戒师兄，师傅，快来看看他吧。八戒，大家都平安无事吧？这
猪八戒，你要振作呀！吞下。你们，我为老猪担心，我已经准备好上路了。刚回来就要死要活的，到底怎么回事？已经不重要了，老猪回来只是想弥补过错。师傅，我做的不错吧？八戒师兄，八戒师兄！猪八戒，师傅，你快救救他吧！让开！起来！啊！大法师，你这是干什么呀？有些人就是欠打。喂，师傅！师傅，不要打了，再打就真的打死了。装死很好玩吗？老实交代，不讲清楚原委，谁都救不了你。师傅，我说还不行吗？果然有2下子。悟空师兄，要帮忙吗？不用，一时大意而已。果然是个没进化的猴子，不成气候。去死吧！可恶，这家伙的斗志突然变得这么强，就用我的南天宝刀灭了你！嘿嘿嘿嘿，这宝贝归我了。那么想要吗？那就给你吧。大师兄那边好像很棘手啊！本天王身经百战，要收拾你们是易如反掌。刚才我只是热身，打架我可从未输过。大师兄，你是不是快不行了？我们来帮你。谁说我不行？悟空师兄，增长天王的实力不容小觑。我们3个合力对付比较妥当。都来送死吗？我成全你们！这股压迫感非同一般。
受死吧！蓝天绝刃！就先解决了你这只杀妖！不敬！狗屁蓝天绝刃！这蓝天绝刃威力惊人，正面难以击毁，只有从操控者下手。空师兄，这下你们都逃不掉了，统统给我死！这种压迫感，天神嘛，很久以前倒是认识3个，之后就再也没打过交道了。是谁？难道是？老夫倒想了解一下，现在的天神都有些什么本事？古龙，这个老家伙竟然还没死！老雪，连你都能够从深渊里回来，这还能难倒老夫？真是意料之外的对手。不过，你不该如此轻视本天王。这一招，有意思。去死吧！哇，那个增长天王受了那么重的伤，竟然还那么能打。不见得。啊！实话。有趣有趣，这样的对手才尽兴。终于有点意思。老子顶不住了！老家伙的斗气比我强太多了。我还以为龙族都跟南海那帮人脚虾一样，这家伙气完全不同。可以跟我玩一会儿，也算是不错了。
增长天王竟然这么轻易就被他干掉了！切，没用的天神！干嘛这样看着我？老夫可是你们的救命恩人，你们应该感谢我才对。尤其是你，敖雪。为了找到你，老夫可花了不少功夫。我有话问你。等等，大家文明一点。你们听不到吗？古龙他只是想问一些问题啊，打什么打？敖雪，你老实回答。敖雪，我要你一五一十回答我。在你抓着我一同跌入深渊时，你的龙魂提升到了另一种境界，那是龙的制高点——黄金龙魂。啊，有吗？我怎么没感觉到？说。我当时以为自己没命了，根本不记得发生了什么。那你再展示一次给我看。怎么可能？我要是能做到，还用在这里老实回答问题吗？竟是偶然吗？敖雪，你这小子，偏偏是你！你到底在说什么？我一直以为你是个没出息的垃圾，没想到啊，敖雪，你要加把劲儿，再展现一次黄金龙魂给老夫看，知道吗？在此之前，你们不要让这小子死掉啊！我们会好好照顾他的。什么黄金龙魂？我不知道，你不想知道。你要看，就去找其他龙人变给你看吧。可惜呀，对比当年，都相去甚远。敖雪，我们会再见的。他走了吗？莫名其妙。哎，他这次好像不是冲着小雨来的。这家伙到底是谁？敖雪，大概是你让他想起某人了吧？啊？你怎么知道？猜的。刚才古龙的眼神中有哀伤和思念，他有可能会捉你去取代那个人哦。啊？才不要！不管怎样，他暂时不会来找我们麻烦了。古龙爷爷，我等你好久了，你到哪儿去了？我去了人间一趟。啊？你不是说那里会让你染病吗？去一阵子不碍事。古龙爷爷看起来很高兴啊，这一次遇到了什么好玩的事儿？我在一个龙人身上看见了久违的黄金龙魂。哇，是谁啊？叫什么名字？他叫敖雪，很像我的一位故人。他
他让我想起了很多往事。敖雪是个怎样的人呢？好想去看看。那切，这是怎么了？说不定是你古龙爷爷在想你哦。小雨姑娘，多谢你。多谢我？我在阴界过遗忘之桥时，有一点烛火一直在指引着我。这点烛火是来帮我的吗？看来跟着他走就没问题了。应该就是你吧？有这种事？应该是你在野牛堡一连睡了很多天的那段时间，这也许就是永恒之火的超凡之处，在无形中影响着世间万物。小雨，我孙悟空必将全力助你返回冥界。那太好了。悟空师兄，能再见到你真是太好了。不过，老猪我被诅咒了，命不久矣，以后怕是不能陪着你了。八戒师弟，发生了什么？我撑不住了。没人理我。看，我刚要回来，就在海边捡回了这个金箍。哎，你们说神奇不神奇？缘分早有安排吧。对了，这是新师弟白狼，在南海的时候你们见过的。还有一虎，古城时他帮了我们大忙。还有我，小士兵996。很好，看来这次会比上次好玩呢。切，这么多人，我们是去郊游吗？看来随便什么阿猫阿狗都能加入。走吧。竟然都无视我，你就不能多关心我一点吗？真是一帮没人性的家伙！喂，师傅师兄，你们等等我呀，别把我解咒啊！师傅，那我们去一趟。好的，一路小心。师傅，师兄他们这是要去哪儿啊？哦，他们有点私事要处理，需要去阴界一趟。阴界？师傅，现在该轮到我了吧？再不解开诅咒，老猪我会死得很惨的。先讲清楚吧，上次说的看到鬼影是怎么一回事？猪塔，他又出现了。猪塔，猪八戒，你怎么了？猪塔，来玩吧！你不要过来啊！我不是苗女的女儿，被灵兔吃了。你不是已经死了吗？猪塔，来玩吧！走开！你走开！猪塔，猪塔。
我一睁开眼都是他的鬼影，不得已才将眼睛缝起来。师傅，您老人家一定要帮老猪搞定他呀！放心，你毕竟是我的徒弟，我不会不管的。你以为我会这么说吗？我错了，师傅。过来，师傅，过来，我真的错了。做事要负责，信口开河是会害死人的。师傅，你就帮帮我吧。虽然你是自作自受，但如果不化解苗女的怨恨，她就会成为恶灵，永世不得超生。你跟我过来。要解开你身上的绝命诅咒，必须从根源开始。你要小心，怨灵会很危险。能不能度化苗女姑娘，全在你是否心诚。以最后一口气施下诅咒的可怜之人，黑水镇苗女姑娘，请你出来相见。是你！你竟然还有脸来见我！苗女姑娘，请手下留情。我是猪八戒的师傅唐三藏，是我将你唤出来的。猎头信口开河，做事不分轻重。黑水镇之事的确有负于你，即使你将他千刀万剐也不为过。苗女姑娘，真的很对不起。但是，苗女姑娘，你已是亡人，如果不放下仇恨转生，会堕落为恶灵。哼，可笑！当初我是那样信任他，甚至愿意嫁给他，可他却害我们母女惨死。对不起，老猪真的错了。你有什么心愿，老猪都可以满足，只要别再让我见到波波。不想见到波波，我知道了，你根本就不是诚心悔过，只不过是为了不再被他缠身。猪八戒，你别忘记了，波波是因为你才惨死于屠妖之口的。苗女姑娘，一切都是……你没有资格得到我的原谅，去死吧！这里是黑水镇。猪八戒，直接让你死，那就太便宜你了。我要把你困在波波死的那一晚，煎熬折磨致死。这个声音是波波。放开波波！我绝不饶你！我感受到了前所未有的力量。你这混蛋！这一次不会再让你乱来！快躲开！我要吃光你们，得到更多的力量！我住手！猪妖，现在才阻止我，已经太迟了！
我说了，给我住手！没错，一切都结束了。八戒大哥，是我呀！苗女姑娘，是我的错，是我害死了你和波波，你怎么惩罚我都可以，但镇民们不能。苗女。只要我老猪还有一口气在，就绝不允许你伤害他们。去死吧！志秋，不准伤害他们！这下怎么了？为了保护我们，老猪已经逃过一次了，这一次会坚守到底。不过是一只怕死的猪妖，装什么英雄？想死，那就成全你！猪妖，结束了。放开他！快走！你们不是他的对手。哼！当初抛弃你们逃跑的胆小鬼，你们现在竟然还信任他，真是可笑。在妖怪大道上，和镇妖只有彼此信任，互为依靠，才能活下去。我们是不会扔下他独自逃跑的。不要管了！你彻底惹怒我了，老猪！今天豁出性命也要保护住他们！一直以来，中国都是这么过来的，浑浑噩噩，得过且过。可他们还愿意信赖我，我能做到，我也可以当你们英雄。哼，别装模作样，从头到尾你就没有真正想要保护过这些镇民。我要干掉你，然后再杀光这里！有本事你试试看，老猪我拼了！猪八戒受怨念所困期间，孙悟空也踏上了营救素衣之路。大师兄，记住我说的了吗？那我要开始了。
大圣，素衣的魂魄就藏在阴界王制造的人偶之中，只要在众多人偶当中认出他来，就能带他离开。我知道了。大师兄，机会只有一次，你要好好把握。喂，我要怎么回来？你想回来时，我会知道的。在你身上的三昧真火消失之前，一定要走，否则就回不来了。素衣，我来找你了。没想到又回到了这里。时间有限，在火光消失之前。小东西，你一定知道什么的，快对主人我说吧。我知道那就奇怪了，协助赤面鬼那伙人逃走的，到底是谁呢？我可是听到一个声音对赤面鬼说，在阴界法阵要倒转才能用。是谁呀？是我。我真的很心痛，作为你们的主人，却被亲手缔造的人偶出卖了。说，谁干的？站出来！不是我，主人，我没有做。都不说是吗？那只有将你们全部毁灭了。首先从你开始。求求你放过我吧！是我放走赤面鬼一行人的，与他们无关。哼，为什么要帮他们？不知道，我只是不忍他们受难。啊，你的魂魄好像很特别，所以才有这种反叛的想法吗？这不是反叛，我只是在做我该做的事。做你该做的事。你以为自己是谁呀？不过就是一个破人偶。你不该惹怒你的创造者。不听话，那就乖乖的消失吧。什么东西？是谁竟敢偷袭我？报上名来！夜我齐天大圣孙悟空是也，我是来找你算账的。人间大妖孙悟空。啊，赤面鬼的师兄，我还想找你们算账呢！阴界王，把素衣的魂魄交给我！哈哈，素衣，那个无用的天神吗？哎呀，可惜呀，几百年前的魂魄早就玩腻了，我也不知道把它丢在哪里了呢。你说什么？我
要把你的阴界彻底摧毁！猴子，太嚣张了！大师兄，你要设法避开阴界黑障，它会侵蚀你的灵魂，意志和力量都会急速衰减。跑得倒是快，这样呢？敢在我的地盘撒野，让你见识下我的厉害！也不过如此嘛。是吗？你的时间不多了，你将成为我最得意的人偶。就凭你！怎么会？太慢了，第二团是瘴气。被阴界的瘴气吹过，反应和判断力都会马上下降的。猴子，你是我的囊中之物。接下来是最后一团。怎么会？我可是齐天大圣，想杀我还轮不到你！就凭你们！素衣的魂魄就藏在阴界王制造的人偶之中。闪开！别动！只要我烧掉这个生死簿，那个叫素衣的魂魄就会立刻灰飞烟灭。真没想到你如此在意这个魂魄。你是我的了！收魂台！你在人间有多少本事我不知道，但在阴界，我才是至高无上的王！结束了，失去三昧真火，任谁也不能再挣扎了。打算救人，自己却成了牺牲品，这种事很常见呐。不过，这么有趣的妖魂倒是特别，得做成人偶，好好收藏。
别做梦了！这样就想收服我孙悟空，未免太天真了！阴界王，你无法再威胁我了！孙悟空，为什么没有三昧真火，你还能行动？我早已接受过永恒之火的洗礼，就算没有三昧真火，也不受影响。来吧，现在用公平的战斗来解决。等等，肯定还有别的办法，还有别的。可恨的猴子！别嚣张！这里可是我的地盘！下去，恐怕会误伤苏一。去速战速决。猴子，无计可施了吗？可恶的猴子，居然偷袭！巨灵找死！停下！停下！蠢材，你可不能杀我！你伤害苏一，伤害那么多无辜的亡魂，死有余辜。我要是死了，就没人能帮你找到苏一了。我透过他的灵魂，看到他可是非常的在意你呢。苏一，别忘了，只有我能帮你找到的。这千万年来，只有我在维持阴界运转。要是没了我，
所有的灵魂都会在此腐化，阴界成灾，人间也会受到牵连。你不要因为一时冲动，酿下大错呀！你别自以为是了！你怎么看？有你这样狠毒的人管理阴界，才是真要大乱。所以我会自己找到的。怎么办？我们以后要怎么办啊？喂，你们当中有没有谁知道？不能询问引路者，必须直接确认，呼唤名字才能成功。这阴界的规矩也太麻烦了。而且不能逐个尝试，只能选定一个目标，机会只有一次。时间不多了，一定要尽快找到素衣。可恶，这里撑不了多久了。素衣到底在哪儿？总感觉我们见过面。孙悟空，可以为你引路，我真的很高兴。难道那时候为我引路的人就是素衣？他就在眼前，我却没能认出他。引路者，猴子大王回来找你了！猴子大王真是个大笨蛋。我叫孙悟空，是这里的大王。不懂赏花的笨猴子，我是掌管百花的天神，平日要给各个宫殿带去优美花香。这个平安符送给你，未来无论你在哪里，都能想起我。你们答应过我，为了能见到素衣，一定有办法找到他，快想啊！平日要给各个宫殿带去优美花香。花香。刚才那阴界王身上似乎有股香气，应该就在那附近。可恶，什么都闻不到了。素衣，就算把阴间翻个底朝天，我也一定要找到你。你呀，遇到事情总是不冷静。好在，别卖关子了，说重点。你仔细想想，是不是遗失过什么重要的东西啊？在你身上对吧？快拿来！幸好如来大神有先见之明，特意留下此物。你是要去找素衣吗？阴界王一死，这些没了躯壳的引路者会彻底死去的。你要抓紧时间了。
素衣！素衣，素衣，你是谁？不懂赏花的猴子来找你了。你是猴子大王。阴界快崩塌了，大师兄，快走！不好！大师兄，到底是谁？有一股强大的力量抵达阴界。猴子大王，我们是不是出不去了？我可是能上天入地的猴子大王，小小阴界怎么困得住我？呀！没有出口，那我就将整个阴界打穿！哎！是谁在阻碍我？那是什么？竟然停止了！就是你杀了阴界王？没错，就是我杀的。阴界因你失主，秩序大乱，今日必须给我一个交代。你想怎样？你们必须留下，待我重整阴界后再发落。喂，他是我杀的，别牵扯无辜的人。哼，既然你们不肯听话，休怪我不客气了。那再痛快点，出手吧！狡猾的家伙！3000大千世界，上着！人头乱放！孙悟空，你真的惹怒我了，那就尽管出招吧！超元金刚身！找死！
天界如来，恳请阴界之主息怒，不妨先听我一言，再决定如何处置他们。你且说来听听。素衣本是天界的百花仙子，当年离奇仙时，我遍寻她的魂魄无果，后来才知她被阴界王所控制。悟空并非滥杀之辈，还望阴界之主网开一面。阴界因他大乱，你们就想这么了事了吗？不敢，只是暗魂祸延天下，悟空还有重任在身，待他完成使命，必来领罪。喂，领什么罪？你可不要乱。嘘。若强留他，这里恐怕会被毁得更彻底。罢了。你们走吧。大师兄，胡静，你们是不是遇到了麻烦？我马上来帮你。不用了，我们马上就回去。阴界之主，多谢了，再见。还是别再见了。孙悟空，我们还会再见的。孙悟空成功解救素衣魂魄，而猪八戒也终于脱离幻境。妙女姑娘，老猪我。你并不像我想的那样懦弱无能，只怪我自己不够坚强，太依赖别人了。对不起，妙女姑娘，真的对不起，老猪我该早一点。都过去了，我会好好转世的。妙女姑娘，不过在那之前，可以帮我一个忙吗？不管是什么，老猪都愿意帮你。我想见波波。他们都说，转世之后会被抹去前世的记忆，我想和他一起上路。即使这样，你们母女转世后也不一定会再遇。没关系，只要能在最后的时刻和他在一起，我就满足了。那好吧。八戒，闭上眼睛，在心中呼唤波波。猪塔，来玩呀！波波。波波，娘亲，我好害怕呀！娘亲，你去哪里了？为什么留下我一个人？对不起，波波，以后我们再也不分开了。娘亲。
再见了，各位。我也只能送他们这最后一程了。时间已到，海狼，把袋子拿来。士兵都督，请现身相见。困在石中这么久，终于自由了。哦，原来这才是士兵都督真正的模样啊！士兵都督，没想到再次见面竟是如此局面。若我当年及时劝阻，或许就不会造成今日的恶果。唉，现在想来，其实我与大法师一开始就是不同的。他们是邪恶的妖怪，杀了他们！我为了守护正义，化身石兵，而你们这些恶妖却有着自由的身体，这是不公平的！这里怎么这么多石头？八戒师兄，我们已经到达古城了。就是这样，我自愿舍身救世，化身石兵，永远守护着古城。如此大爱，的确令人敬佩。只是，在永生的痛苦之中，极易心生怨恨。我初见都督时，便察觉到你的杀意过重。大法师多虑了，那帮恶妖轻易就能获得力量，这对我们这些正义之士很不公平啊！我执行正义有什么不对吗？正义的道路更需要坚守初心，切勿以正义之名走上错误的道路。知道了，知道了，我一定会牢记大法师的嘱托。为了正义，我不惜抛弃身体，放弃生命。没有人比我更有资格评判正义。来吧，都在烈火中变成士兵，加入正义，感受正义。时至今日，与大法师重逢，终于让我真正清醒了。士兵都督，我可为你超度，从此便得解脱。我很快就可以解脱了。师傅，他是在说什么？大概是在告别吧。小雨，又是那些士兵！喂！唐三藏，你有什么资格教训我？强者才是正义！士兵们，干掉他们！干掉他们！快来帮帮忙啊！师傅！
金矿石头彻底粉碎了！我从尸身中出来了！太好了，我们自由了！不可能，变得更强才是所有士兵的愿望。那只是你的想法，我们更想要自在安定的生活。是啊，想要安定，就必然要有牺牲。我也为此付出了生命。不，你的初心确实是舍身救世，可困在石中的痛苦扭曲了你的灵魂。我们不会再任你摆布了。你们如今禁锢已解，如若放下怨念，我可超度你们往生。感谢大法师，不计前嫌超度我们。太好了，终于解决了。真的错了吗？士兵都督，困住你的是心中的执念，你若放下，我仍可助你解脱。16年了，大法师依旧没有背弃自己救世的理想，忘却初心的反而是我。罢了，有劳了。大法师归还永恒之火，阻止这样的悲剧重演。大法师，我已经准备好上路了。小月姑娘，你还有放不下的事吗？雅哥哥，我要走了，你有话要说吗？没有，你安心上路吧。无尽，你不说就没有机会了。你还是不是男人啊？快说！我明白了。还磨叽什么呀？快去！小月，我本是无心的杀妖，是你让我成为一个鲜活的人，我永远不会忘记你的。雅哥哥，我早就明白你的心意，谢谢你能亲口说出来。再见了，小月。轮到我了吧？悟空，请素衣仙子出来吧。小小猴子大王，猴子大王，成为守护正义的大英雄，你真的做到了。喂，
随便乱摸。你变小了好多，以前可摸不着呢。苏一仙子，你流落阴界多年，实在令人惋惜。可还有什么心愿未了？大法师，我一直在阴界帮助亡者，自感功德圆满，大家不必为我担心。我要走了，走过遗忘之桥后，便会忘记今生之事。猴子大王，保重了。赶紧上路吧，别耽误了时辰。猴子大王，我喜欢你，愿下辈子还能相见。大师兄，大家休整一下，明天继续上路。喂喂，你叫什么名字啊？喂，我问你呢。喂，问你个头啊！我心情不好，再问打爆你！我偏要问，有种就来。你长得很像我的一个朋友，你认识孙悟空吗？孙什么空？不认识。大法师，我的孙悟空呢？悟空他没跟我们在一起。那这只小猴子是谁？怎么长得这么像他？他叫雾云，是新来的弟子，同是猴妖，长得像也不足为奇嘛。那我继续找吧。喂，妖怪大道很危险的，别大意了。你们顾好自己再说吧。出家人不打诳语，罪过罪过。没办法，要是被他缠上，还怎么去比剑？也是，希望他会放弃吧。师傅，我成功了！有进步，可以升级了。他的速度会变得更快，好好练吧。白狼的精力真好。大师兄，要不让他来替我？想得美！继续。为什么大家可以睡觉，老猪我却要干活？小雨，少哥哥，我好想念你，好想念父。你最近好吗？很好啊，我身边有一群很可靠的伙伴，相信我们一定能够顺利到达比界。小雨，千万别去比界，否则就会变回永恒之火，不复存在。如果牺牲我就能拯救苍生，那也值了。别傻了，众生的苦难跟你有何关系？个人幸福怎么会比天下苍生重要？你的幸福当然比他们重要。众生始终都会消失，只有你和我才是永恒的。你不是兽哥哥，你是谁？我是从远古时代就和你结下缘分的神祖。你是
元始玉尊。小雨姑娘，跟我走吧。竟然还有人能闯进来，看来他们之中也有擅长法术的。小雨，小雨，快醒醒！你的梦境被入侵了，快把他赶出来！这家伙是谁？元始玉尊。小雨姑娘，跟我走吧。这伙人是让你去送死的。闭嘴！你在梦里冒充瘦哥哥诱骗我，简直无耻！哇，你个不要脸的！天界3尊之一竟然如此卑鄙，简直跟妖魔鬼怪无异。而我的职责就是斩妖除魔。哼！师傅！小雨姑娘，既然你不从，我只好亲自动手。龙魂，斗气！小雨姑娘，他们不过是乌合之众，根本保护不了你。别小看他们，无论面对怎样的绝境，我始终相信大家。小雨，我不会辜负你的。真没用，还是要本大爷出手。天雷召唤，大轰击！他的身体怎么怪怪的？这是他的元神，并非本体。管他是什么！吃我一棍！元始玉尊，暗魂退散咒，滚回去吧！师父，永恒之火始终是我的，你们跟我作对，就是死路一条，好自为之吧。解决了吗？他的真身还在别处，他能随意入侵任何人的思想。以后，大家都要保持警惕，别让他有机可乘。总算见面了。他们之中似乎有我可以利用的人。不急，妖怪大道上有太多东西能够为我所用。前面就是了，妖怪大道的必经之路，白骨骷髅国。
后面就是白骨国了，快！只能迎战了，来吧！ 公主特命我来迎接你。多谢白骨战士出手相助。为什么白骨国周围雾气会这么重啊？这些不是雾气，是死人积聚不散的尸气。白骨国的妖精在此地扎根千百年，不死不灭，而且是暗魂妖，我们切记不要招惹他们。 没错，这里相当的阴森邪门，真想快点离开。不知白骨国现在变成了什么样子？哇！哇，这白骨国一点也不恐怖啊，好热闹。没错，这里的人看起来都很和善呢。大法师，你们终于到了。她就是白骨公主吗？好漂亮啊！公主，别来无恙。上次一别已有10多年没见，那时候还真令人怀念呢。的确恍如昨日。大法师，我并无伤害你的意思，我只是太喜欢你了。公主，收手吧。哼，白骨国的妖精永远都无法逃离这里，我只有把你留下。你我非同类，请公主自重。不是同类吗？只要你也变成尸人，我们就能在一起了。白骨妖孽！孙悟空，你为什么要插手我的幸福？我对你的事情不感兴趣，但你动我的师傅，那就没得商量。唐三藏是我的，当我者。这次多了几位新朋友呢。
白骨公主，还记得我吗？当然，难得大家故地重游，我先带你们逛逛吧。想不到这里有如此大的变化。大法师有所不知，这些年来，公主一直致力于改造，使得白骨国的风貌焕然一新。这都是大法师的功劳。当年若不是经你教化，白骨国也不会有此景象。白狼，不要跟这里的人有过多接触。快走，走。白骨国的妖精对你们没有敌意的。大法师，此番重遇，我有一事相求。请讲。这几年我收集了不少古经，只是我会跟上前，这些经书大都艰深难懂，不知大法师可否留下为我解经？师傅，我看咱们还是尽快通过这里为妙。既然公主诚心向道，我定当全力相助。那我马上安排大家下榻休息。哦，我第一次住这么好的房间啊！哇，外面好热闹啊！小雨，我们一会儿出去逛逛吧。不可，我们还是安心在这里等着吧。是担心有危险吗？可我觉得白骨国的妖精们很友善呀。妖怪大道上的危机，通常是不易被察觉的。我们还是少惹麻烦为妙。那我听悟净师兄的。大家要记住，避免节外生枝。我们一定要遵守西行守则。尤其是你，八戒。师兄呢？菜来喽！客官慢用，请用。猪哥哥，慢点吃呀。虎哥哥来，我给你擦擦嘴巴。别妨碍我。慢点吃啊！玉虎老弟，你以后就跟着我老猪混吧。虽然论辈分我只排老二，但你也看到了，大师兄投胎成了一个小屁孩。猪哥哥这么厉害，不如喝口水润润喉吧。听好了，妖怪大道上赫赫有名的巨猪一族，知道吗？我就是其中最帅、最厉害的那个叱咤妖怪大道的巨猪山城城主。好厉害呀，城主大人！先喝点水，滋润一下。大法师，你是说给这些经书做完注释就马上启程，何不多留几日？多谢公主美意，但我们此行身负重任，不宜耽搁。公主千方百计帮我们留下，不会是有别的居心吧？孙悟空，你误会了，我们也希望可以助你们西行。师傅，我今晚留下来陪你。你的脾气依旧没变呢。天色已晚，我们就不再打扰了。师傅，你在此地逗留，就不怕那白骨公主有什么企图？这次公主的眼中亦无异光，这样的妖不会害人。她的心是怎样，我不清楚。不过师傅你有点奇怪哦。你怎么也变得跟八戒一样？快睡吧。
我要继续解禁了。那你就努力帮公主啦。这真的是我认识的白骨国吗？哎，尝一尝了啊！客官，试试我们的烤肉呀，好吃又不贵。嗯，是挺香的。这是什么烤串？马肉。呸！大哥哥，和我一起玩嘛？好啊。哎，轮到你了，快去追呀！不要憋着，大声哭出来。我们一起继续玩呀！一起继续玩呀！这才是我认识的白骨国呀！父亲，您的吩咐一半妥了。我已将唐三藏等人留在城中，但大妖孙悟空一直守在他身边，寸步不离。孙悟空和唐三藏都不必理会，我要得到的是永恒之火。拥有无穷力量的永恒之火来到我的国度，不能让他离开。父亲，这件事交给我吧，您不必亲自出手。闭嘴！你这贪恋凡人的下贱妖精，忘记自己当年狼狈的样子了吗？我已经改变了。我心爱的女儿啊，我是为了你好，难道你心里还有那个唐三藏吗？不，我已幡然醒悟，我愿永世留在这里侍奉父亲，不会再有非分之想。你不要再让我失望！我的永恒之火后，你杀了唐三藏。父亲，我愿意带你。白骨战士，你即使他们有孙悟空，但只要在白骨城之中，他们也是插翅难逃。我有信心将他们全部擒杀。果然是我最信任的儿子，那就由你来处理那些碍事的家伙吧。而我将亲手夺取永恒之火，今夜黄泉阴湿之气都涌上地面吧！喂，再追过来，我就不客气了。这什么味道？好臭啊！那个小鬼人呢？大哥哥，一起玩吧。你刚才不是玩的很开心吗？谁跟你们玩了？本大爷忙着呢。让你们这些烦人的家伙尝尝我电击的厉害！
知道大爷我的厉害了吧？继续。好痛啊！味道不错。客官真是好胃口呢，这里还有。没有。哇，怎么全烂掉了？往那边走。这幻觉了！你们不要过来啊！开门！开门呐！他们终于回来了。来了。八戒师兄，怎么了？他的脸好丑啊！小雨，离远点。八戒师兄，快醒过来！对不住了，八戒师兄。武将，你干嘛打我？你刚才在袭击我们呀？哎，怎么可能？我是回来告诉你们，外面出事了，要叫上师傅他们赶紧离开。你们还愣着干嘛呀？快帮我解开呀！猪八戒，你是在什么地方沾染了湿气吧？啊，不可能，你搞错了。不信的话，可以来检查呀。师兄，你最好别乱动。来吧，真金不怕火炼。不要打了！不要打了！你们也不用下这么重的手吧，公报私仇吧。师兄，你感染了湿气，为了大家的安全，只能委屈你一下了。此地不宜久留，我们去找师傅和大师兄，尽快离开。这些浓雾好难闻呢。是阴湿之气，越来越浓了。总感觉有什么东西在盯着我们。一虎，出大事了！到处都是那些东西。你在说什么呀？等等，你刚才是不是和八戒师兄在一起？啊！还说他，刚才这头猪用我做诱饵，然后自己逃了，我差点被他害死。总之，这里的人突然都发起疯来，还一直追着我不放，很邪门啊！他们来了。
是那些国民。快，我们快逃！大家小心，不要被咬到，会感染湿气。小心身体！这些家伙之前可不是这样的，他们已经失去理智了。死肥猪，这次轮到你了！大风沙海！我们赶紧离开。不用再跑了。你们是逃不出去的。小心啊！百步之上。舒大人，出来助我！竟然烧不断！小雨姑娘，跟我走吧，我便不再为难他们。小雨，公主，师父相信你以向善，为何辜负我们的一番信任？悟净哥哥，在妖怪大道上不能太较真。是吗？既然你执迷不悟，那就多有得罪了。我不容许任何人伤害公主。这家伙不简单，小心他的刀。是。公主，请交给我。绝不允许任何人欺负小雨！挡手！公主，
黄泉妖刀。身体好沉，法术失效了。传闻唐三藏师祖本领高强，今日看来也不过如此。竟然复原了！如此一来，永恒之火便是我们的。你别过来！一火！猪八戒救我！小雨姑娘，我们的皇帝要见你。有我在，你们休想伤害小雨！小士兵，放手啊！我才不要见什么皇帝！放手！为什么？抱歉了。师傅，白骨国的妖精们永远都被困在这里。师傅也很同情公主吧？毕竟善解人意，又楚楚可怜。我现在正忙。切，你就是忘不掉他。看起来很热闹。你们就打算一直站在这里吗？大古，大法师，他们都无法回答你。阴尸之气鼎盛时，大部分妖精都不能保持自我，将彻底被皇帝控制。白骨骷髅国的皇帝今夜要出行。我等被选中，侍奉皇帝。你们还有永恒之火，都要听从皇帝发落。把他们拿下！悟空，先突围，想办法与小雨他们会合。简单，看我的！力金不够。小菜一碟。大古，我们也算是老朋友了，就不能让我们离开吗？皇帝的旨意，不能违抗。那我便得罪了。阴尸之气鼎盛之时，我们可没有那么弱。是。
没事吧？退回去。悟空，师傅，我感受到了白骨皇帝的力量，小雨他们有危险。发生了什么？你们醒了！小雨，白狼，小雨，你哪里受伤了吗？放心，我没事。让各位受惊了。白骨国的妖精们也不会再为难你们。公主，究竟发生了什么事啊？小雨姑娘，我的父亲妄图得到你的力量，但你是唐三藏大法师要保护的人，我不能坐视不管。公主，各位，我带你们去与大法师会合。公主，没人能逃过父亲的监视。我已短暂的断绝尸气，足以隐藏一段时间。这样你会死的。就是为了唐三藏，你仍爱他。是他让我明白，活着要有价值。我不想活成一具毫无意义的枯骨。至于爱，于我而言太奢侈了。公主，请大家跟上。公主，先等一下，公主，随我们一起离开吧。不，我会留下，毕竟这里是我诞生的地方，也终将是我的坟场。我们就这样抛下他吗？大家请抓紧时间离开，要趁父亲还没察觉。在这片土地上，任何人都逃不过我的掌心。走了。我的女儿果然背叛了我。他是白骨皇帝。你们这帮下药，今天谁都逃不掉。公主。一切都是从这个布满9地阴湿气的荒谷开始的。在很久以前，一位宏愿未遂的君主战败后流亡于此，他疲惫不堪，浑身是伤，最终力竭倒下，含恨而逝。他的尸骸沐浴在荒谷的湿气之中，经过了漫长的岁月，9地阴湿气侵蚀了他的肌肤，也洗炼了他的骨髓。等他一觉醒来，骤然发觉自己已超脱生死大限，成了不死不灭的白骨妖精。执念于一统天下的他，自号白骨皇帝，并以枯骨筑起王城。
以灵火孕育子民，打造了强大的白骨帝国，自此一手遮天。他就是白骨公主的父亲。好强大的妖气！早知道地下藏着这么可怕的家伙，老猪我早就跑了。我的乖女儿，你明知与我作对是死路一条，就不害怕吗？我本就是墓地里的一点灵火，只是回到原来的样子而已。如果是因为唐三藏，我可以留下他陪你。你只要乖乖的听我的话。不，有时爱一个人，更应该放手。我们没有权利去掌控别人，每个人都有他自己的选择。公主，我可是你父亲，你们都是我一手创造的，你胆敢违抗我？你创造我们，不过是为了满足你的控制欲罢了。我们绝不会任由你摆布。自不量力的叛徒！看来想要离开这里，必须先将他击败。大家一起上！哎，老猪我也不客气了。小雨别怕，我来保护你。我们不用去帮忙吗？我们轮番消耗他的体力，之后再给他致命一击。嘿嘿，这是我想出来的战术，很厉害吧？大风山海，雕虫小技，火龙环。成功了吗？去死吧，虎瑞长！为什么感觉他的身体十分空洞？年岁尚小，实力却不错。变化万千的杀妖嘛。把野火吐出来！狼角！龙魂斗气的狼妖，你是最有趣的一个。白狼，小心啊！全身的骨头都碎掉了吧？这家伙太强了。现在只剩下你们了。猪八戒，快带小雨姑娘走，去找你们的师傅。父亲有无尽的九地阴湿气加持，很难被打败。但我会拖住他，只要你们能逃出这里，父亲就无法追赶你们了。
再做打算。快走啊！公主她坚持不了太久。你们哪里也去不了。唐三藏和孙悟空已就擒。师傅，你们也乖乖投降吧。乖女儿，何必做到这个地步？为了摆脱你的控制，如果一定要有牺牲，我愿意成为第一个。愚蠢！你看看后面。大法师。你的努力也是白费了，到此为止了。白骨战士，看住他，等我拿到永恒之火后再处置他。是。杀了我！他们又回来了。师兄，现在怎么办？事已至此，只能用上西行守则第10条了。第10条。我们投降。很好，你们认清了现状，永恒之火将令我摆脱束缚，到时我便可以杀出山谷，征服天下。顺从我的人都将得到奖赏，至于背叛我的，必须承受恶果。我的乖女儿，我把它吃了，你会很心痛吧？不要，父亲，我知错了，我以后会听话的。你只是嘴上知错，但心里不服。不，此事因我而起，唐三藏他们是无辜的。父亲，我愿意以死谢罪。愚蠢！你竟然还想着为他去死，他必须死了，才能消除你的野心。大法师！喂，他可不是你的玩物，你这个自私的父亲！你看你一身邪气，非镇压一下不可。对，按魂退散传。大法师，师傅，老猪我早料到了，师傅一定有做准备。怎么会？因为我们是一伙的。嗯？所以，希望大法师能配合演这一出戏，助我们除掉皇帝。你的计划很周密，竟连公主也不知情。为了公主想要的自由，我可以做任何事。你们竟敢背叛我！皇帝，这是白骨国全体妖精送给你的礼物。轮到我出场了！呀！超元金刚身！大师兄，公主，你
你的噩梦马上就会结束了。公主，你的噩梦马上就会结束了。唐三藏，孙悟空，我要将你们碎尸万段！就凭你！别做梦了！原来你……我会永远守护你的。我知道你在父亲的压迫下一直很不快乐，我愿意为你做任何事。只可惜，我不是那个能带给你快乐的人。你喜欢唐三藏是对的，只有他能给你带来笑容，而我不过是一具空洞的白骨，我的心只是一捧尘土。我不知道你要追求怎样的生活，但是我愿意为你付出一切，用自己的方式成全你。我不值得你这么做。公主的心意，我一直明白，但我不后悔。等等，这个笨蛋！公主，你伤得不轻啊，需要一点时间才能恢复。大果叔叔，想不到你们会跟我一起反抗。你父亲把我们当作傀儡，只有你才把我们当作亲人。公主，我们愿意追随你，一起推翻那个暴君的统治吧！我们誓死追随公主！我们誓死追随公主！我们誓死追随公主！兄弟们，上！活了这么久，从没如此痛快。坏狼！败局已定了。你为什么要背叛我？我和公主一样，不想再当你的傀儡了。他的妖刀居然能封锁我的行动，你完了！睡吧！成功了。父亲，一虎，你没事吧？我得缓一缓。快滚吧！你们的皇帝死了，别缠着我们。不对，他们身上的尸气还没退散，仍然被控制。怎么会有这么重的尸气？悟空！你们这群贱民妄想战胜我！
竟然没死。这下糟了！我是最伟大的君王，天下应当由我来统治。只要我得到了永恒之火，就能摆脱对尸气的依赖，离开这里，亲自率军征服天下。原来这才是父亲的真面目！叛徒，你们是由我亲手所造，如今却背叛我，真是愚蠢至极！我永远都是白骨国的皇帝，你们必须服从我，就地饮食之期！好难受！这才是你们应有的姿态！把永恒之火抢过来！这么快就反水了？情况不妙！快了，一会儿带小雨突围！竟然能挡住老子的利爪！咱们好像变强了！凭什么？你不是要保护公主吗？我再也不是你的傀儡了！解药，始终都要跟我作对！只有杀了你，才能救大家！亮明，公主，何必呢？你是我最心爱的女儿，只要你乖乖服从我，可以饶了你。饶了我，我宁愿死！知好歹的解药，那就如你所愿吧。为什么？我说过，我会永远守护你。可我的心已经……公主，没关系。蠢货，明明效忠我就能得到一切，你竟然要为他而死，你永远不会懂。全都是废物！生存的意义就是服从我，完成我的大业！什么眼神？混账！区区下贱的小妖！我要将你们统统杀掉！
重新创造一个白骨国。受控制的傀儡就是废物，去死吧！还要挣扎吗？他们是鲜活的生命，不是任你摆布的傀儡。蠢材！等你耗尽体内的尸性，就会魂飞魄散。公主，我不在乎。只要能救大家，我死而无憾。公主，只要能救大家，我死而无憾。你要为自己的选择付出代价。轮到你们了。只要斩中他，便有机会。你的实力我太清楚了。新人的速度，亲手斩杀叛徒，倒也挺有乐趣。不自量力，妄想与我对抗的愚昧之徒，就是这种下场。
可及。我一直最宠爱你，你却又杀了贪恋凡尘的下贱妖精。够了，皇帝！公主是被你逼成这个模样的。白骨国的妖精受你欺压太久了。我是皇帝，没有我，你们什么都不是。你错了，我们的命是属于我们自己的。为了公主，为了我们自己，跟你拼了！大狗叔叔，大家。你们被我创造出来，却妄想反抗我！你终于做到了掌握自己的命运。这里是白骨骷髅国深处的墓穴，此地飘荡的灵火精魄汇聚，会诞生出新的白骨妖精，也就是你们，白骨战士，白骨公主。我是大古城中的总管，负责指导你们。伟大的白骨皇帝赐予了我们生命，身为白骨国妖精，要学会遵守一些规条。很快你们就会知道了。是的，我和公主很快便知道，白骨骷髅国是一座死城，白骨妖精连选择死的权利也没有，只能任由皇帝凌辱折磨，然后逐渐习惯。我原以为公主与我一样，会就此接受这样的命运，直到那个人出现。唐三藏大法师真是个奇妙的人呢。我喜欢听他说那些旅途上的故事，要是能一直听就好了。公主，唐三藏与我们属于不同的世界，你应该放弃不必要的幻想。为什么不能喜欢他？父亲会不高兴的。住口！我只想自己选择一次，这样也不可以吗？公主，保重！都给我消失！对不起，我没能帮得了你。被我刺死是你们的福分。至于你，我要重新调教你，直到你明白自己有多么的无知。除了折磨别人，你找不到活下去的意义吗？被我说中了吗？我终于能够摆脱你了。等我得到永恒之火的力量，一切就可以从头来过。什么声音？为何有种刺痛的感觉？大法师。暗魂褪色咒。
师傅的经文在削弱他们的力量。白骨皇帝，你是此地一切怨念的根源，接受超度吧。还想做最后的抵抗吗？那我就让你死得彻底一点。雕虫小技！以为这个经文就可以封锁住我吗？太天真了！像你这样的恶妖，不可能死！死吧！这个雷击！唐三藏，我又来救你了，感谢我吧。龙族，谁也没区别，一样都要死！好险！伸手刀算快。老铁，诵经可以暂时减弱阴湿之气，你加把劲儿。看我的雷击，给我烧成灰吧！就这，笑话！唐三藏，你不是说减弱吗？悟空，你醒醒呀！这可怎么办呢？太好了，有大师兄在，老猪我可以歇一歇。悟空小心，剑上有尸毒。你的阴招没用了。
看我的！好妖！你被骗了，现在轮到我了。打散你！妖气并没有退散，反而更强了。还能复原？妖猴，太低估本地了！子民们，把他们砍成白骨吧！这些家伙都疯了！一群穷途末路之徒，最烦打架还废话多的人！你杀不死我的！在我九阴师地的地盘上，我的阴师之力源源不断。哼，再来！狂妄的妖猴，受死吧！你这家伙，绝无胜算！悟空！难道我们要这样结束了吗？不行，这次输了，公主的理想就永远无法实现了。还有一个办法。万古战士，公主，去掌控自己的命运吧。唐三藏，快拿着妖刀，这是我们最后的机会了。公主就交给你了。这是白骨战士牺牲性命换来的。悟空，要上了！再来多少次也一样。什么？以为这样就能阻止我吗？不知
是所谓的家伙，就地阴尸气。什么？白骨战士有着极为坚定的意志，你不该小看他。他用最后的意志封印了你的能力，虽不能持久，不过已经足够了。你输了。我是人中之王，是妖中之王。你以为这样就赢了？黄泉剑阵。逃不掉的。花果山闪乱，出击！收到，我们上！冲吧！上！超元金刚山，给我死！是千古之地。终于结束了。发生了什么事啊？站住！别跑！啊！他们变回原样了。喂，这些东西说变就变，放倒了很危险的。一火，你快放手！尸气已经散去了，他们不会再攻击我们了。他们也是身不由己的。你们是谁？在干嘛呀？公主，这是白骨皇帝的灵火，它能助你恢复。爱我的人都死了，我都活下去，还有什么意义？他们为了你的将来，甘愿牺牲。你更应该好好的活下去，不要辜负他们。更何况，你的子民都还需要你。大法师，我明白了，我会带领大家打造一个全新的白骨国。哎呀，师傅就是对女妖太体贴了，所以才常常找惹麻烦。哎，不能这么说呀！公主这么伤心，大法师关心她是应该的。哎呀，关心这种事儿，老朱也很擅长的。苦差我老朱来扛。吴将，快放开我！这种时候你拦着我干嘛？哎，跟着这帮傻瓜冒险，我可能很快就没命了。对了，敖雪师兄，你刚刚跑去哪里了？幸好你及时回来帮了我们。嘿嘿，就是出去逛了逛，没想到遇到了麻烦。好在本大爷命大，本来我的确是被白骨妖怪给咬了，还以为会被感染湿气，谁知道突然被一个药包给砸到，上面写着湿毒解药，然后我就吃了，没想到居然真的管用。哇，好神奇的经历呀！嘿嘿嘿，一定是某个仰慕我的人送来的啦。别闹了，尽快收拾行李离开吧。虽然消灭了白骨皇帝，但这里的妖精似乎并无感激之意。他们看起来确实不太开心。师傅，那我去把行李车拉过来啊。
谁呀？找死吗？阿雪，对你的救命恩人要客气一点哦。你是？我是你的姐姐，巨鸟1万尺。小雪雪，我是专门来通知你，龙族出大事了。啊！龙族完了，3000龙众都被阿影操控，成为奴隶了。我们凭什么相信你啊？谁知道你这巨鸟是不是来搞事的？小雪雪，敖灵还有话要我传达给你。他说什么？傲雪，你哥哥敖娇将他的荣耀之证交给你，希望你能成为他的继承者。敖娇现在生死未卜，只有你能拯救龙族。傲雪，你回来吧。该说的都说了，至于怎么做，就看你自己啦。不只是龙族，天宫上也出事了。这股压迫感，悟空，你去查探一下。唐三藏等人平息白骨国危机的同时，如来在废都已被囚禁了多日。公案失衡越来越严重，希望留在阿修罗国的决定真的能帮上忙。如来老师，你出手比之前更犹豫，是心有困惑吗？你以前在议会上提到的点到为止，很吸引我，但也让我很困惑。哦，是吗？马上就是你的成人礼，你真的想和曾经的兄弟互相残杀吗？当然不愿意。可是阿修罗一旦彻底燃烧斗魂，就会陷入疯狂。试炼之时，大家都会以命相搏，我没把握可以完全控制自己。心有顾忌是好事，可是想要成为父亲那样强大的斗士，我必须激发怒意，燃烧斗魂。斗魂是阿修罗精神所在，狂妄的斗魂尤为刚猛暴力，会令靠近的生灵恐惧。而你不一样，你对生灵有怜爱，收敛了杀气，那为何一定要用他的方式燃烧斗魂呢？不如与我切磋一掌，你自然能领悟。阿修罗生来仇恨天神，这仇恨使你们愤怒，也使你们强大。我是你的仇敌，释放你所有的恨意，打败我。就是现在。点到即止，你做到了。原来你是故意引我发怒，可如果我没能及时收手呢？我相信你，力量是多面的，愤怒固然能够摧毁一切，但爱与克制也蕴含能够对抗它的力量。爱与克制，是非、对错、爱恨，事事均有两面，所以开启斗神五感也不必拘泥于一种方式。可是我从未见过不靠愤怒也能开启斗神五感的阿修罗。愤怒只是简单激发力量的方式，斗神五感除了能提升力量，还能极大限度地锐化感官。比起疯子，清醒的人更能利用好这个优势。我真的可以吗？战斗使人暴力，唯有以爱克制，两相平衡，才不会迷失自我。老师，我明白了，我会向父王证明，阿修罗的战斗方式并不只有杀戮。苏沫，以你的实力，通过成人礼毋庸置疑，
但接下来的几天，仍需潜心苦练。好的，如来老师，我想我已经知道该怎么面对了。你害怕吗？啊，不，我觉得很兴奋。开饭！我吃到了。可恶！滚开！可恶！我们一人一半。给。我不客气了。你连食物都抢不过别人，为什么还要参加试炼比赛？不参加试炼，我永远都是个贱民。来了，至少还有机会成为斗士。没错，成为斗士不但有荣耀，也不用辛苦的工作了。但只有一个人能胜出，你们也可能成为牺牲品。那也没办法，先吃饱了再说。这个也给你吧。那就谢谢了。不过，虽然你给了我食物，我也不会手下留情的。我们知道你是王的儿子，很厉害，但活到最后的也未必是你。走开！大家都会活下去的。当日会议我多有冒犯，他还愿意让我关照，不怕引起骚乱吗？这是王的意思。好吧，刚好我也有一些事情想跟他讨论。快看，议事长来了！进场。坐在这里，看自己的儿子在试炼场中杀人或者被杀，很有趣吗？这是我们的传承。为了过时又刻板的传承，牺牲掉这些年轻的战士值得。淘汰弱小，留下强者，阿修罗的族群才能永远保持强盛。这是每个阿修罗都必须经历的传承。王的儿子也不例外。拭目以待吧，他将创造阿修罗第一个没有杀戮的成人。阿修罗是勇于抗争的族群，我们信奉弱肉强食，适者生存。而你们都是阿修罗最年轻勇敢的子民。今天的试炼场上，只有一个人能站到最后，获得斗士的荣誉。你们做好付出惨痛代价的准备了吗？无畏无惧，阿修罗！各位，为了荣耀，尽情战斗吧！
不杀人也可以赢。不愧是王大儿子，你看了整个试炼场，先把棘手的家伙干掉！其实我很惊讶，你会允许苏魔接受我的指导。这是他自己的意愿。苏魔是个特别的孩子，我相信他能够为阿修罗开辟出新的道路。传统是经过岁月的洗礼，日复一日的迭代，不可能在短时间内轻易改变。只要有人开始做出改变，事情就已经向着好的方向发展了。去死吧！杀了你！这场由他最棘手，得阻止他。他彻底失控了。燃烧吧，我的斗魂！太强了，不必愤怒，也能激发斗神五感。平静的心更有优势。他在透支生命，将全身肌肉一瞬提升至极致，但再强悍也是肉体，集中一点打击便能攻破。结束了。我做到了。抱歉，我不想死。苏魔，现在是选拔阿修罗真正的斗士，任何人都不得干扰。这不好意思吧？太大意了，这么多人，谁命活不了了？这是试炼，没命也是你，活该！这么生气了，不能在这种时候倒下。我还不能死！苏魔，支持住！老师，
别过来，这是我的战斗。苏沫，你想做什么呢？我的父亲，天下无双的阿修罗王罗灏，正在看着我。他一定认为我太软弱，不配做他的儿子，所以我更不能倒下。为了阿修罗的荣耀，我要继续战斗。我是他值得自豪的儿子。你儿子在透支生命，难道要坐视不管吗？这里没有贵贱之分，谁的儿子都可以死。试炼场上都是敌人，仁慈也要承担后果。为了残忍又无理的臣服传承，已经死去了太多孩子了，为什么不停止这种比赛？阿修罗生来注定要为战斗而死，只是时间和地点不一样，熬不过去就没有存在的必要。生命是自由的，生存并不只有战斗这一种方式。所有的阿修罗斗士都经历了残酷的战斗，战斗便是我们的唯一。这就是我们和你们的区别。想挑战这样的制度，就必须付出与之匹配的代价。我是在蹭蹭罢了，我也是死路一条。既然你可怜我，那这份食物是不够的，用你的命来报我吧！别挣扎了，你不是很自卑吗？我说过，你从始至终就没有任何机会。你不想杀人，就把命给我吧！来吧！所有人都为我欢呼吧！我现在就杀了王的儿子！我会成为最强的斗士！我要我的手！我要够疯狂！我相信自己的判断，更相信你。罗灏没能做到的事，一定可以做到。临死之时，专注于自身，也能开启无我之境。苏沫，一起来吧！我知道该怎么做了。
做到了。没有人死。父王，你都看到了，我是唯一站着的人，而且没有杀一个人，做得不错吧？不错。父王终于赞赏我了，再多称赞我一点吧。父王，苏木，坚持住，没有任何气息。为了这战斗，连最后一点力量也用尽了。滚出去！这个天神竟然敢进入试炼场，想捣乱阿修罗的圣辉，滚出去！如来，马上离开试炼场。阿修罗斗士选拔不能被干扰。比赛早已结束，你看见了，苏魔赢了。我只是想救一个垂死的孩子。阿修罗的规矩不容挑衅，这里轮不到你指指点点。干掉他！罗侯，感谢你的盛情款待，但我不能再耽搁下去了。金光法印！包围他，别让他跑了！天神是不能信任的，王对他太仁慈了。放弃吧！我们这里有成百上千的斗士，你最终会死在这里。我最擅长的就是自绝境中突出重围，你嚣张不了多久。所有的阿修罗斗士都退下！他必须由我亲自动手。一直以来，我都相信阿修罗和天神之间的仇怨一定有化解的办法。终于，我遇到了苏母，可现在他却因你们而死。想将阿修罗变成你希望的，本就不可能。你捣乱，我只有杀了你。你我当年的战斗还未分胜负，这一次就做个了断。所有阿修罗斗士退避！罗后比300年前又强了不少，此战输赢难料。这股杀意，若非躲得及时，恐怕我们已经死了。若被这股威势影响，必死无疑。狂怒金身！
不容分解！这种攻势，狂怒金身支撑不了多久，需一鼓作气，速战速决。不能再拖下去了。哪怕一点分心，都会造成致命的破绽。成功打破狂王的防御，接近他身前了。唯一弱点的位置是。不全！如来想要这么容易击倒我，是不可能的。这一气被分散了。修罗魔刀！天界如来，到此为止了。如来的实力还未见底，他的金身并未被破。无处可逃。当年的天界第一，实力可远不止如此。天界第一，早已非我所追求。这世间还有很多重要的东西需要守护。面对今日的阿修罗王，也只能全力应付。天上地下，污蔑金身！黄王，这次我将全力突围，不会得到你想要的结果。有点意思。苏魔一个活下去的机会，这才是如来真正的实力。之前在试炼场根本没有用全力。他果然是和我站在同一高度的强者。
个狡猾的天神逃了。苏沫，如来。如来，你从阿修罗回来，可有收获？唉，我在阿修罗耽搁的这些日子，就是为了狂王之子苏沫。只可惜，为避开阿修罗的追捕，我带着苏沫急行了2个时辰才停下。但那时他的伤势已经……之后，我便独自回归了天宫。竟发生了这种事。阿修罗一族性情暴虐，对自己的亲族，竟也毫无怜惜之意。他们与天神向来水火不容，如来你竟能在阿修罗做客，实在是令人意外。阿修罗虽天性好战，也并非全是嗜杀之人。有些只是被严苛的传统所束缚。此次虽然功亏一篑，但苏魔的存在，说明追求天神和阿修罗之间的和平还有希望。和平？嗨，那些家伙根本不知道什么是和平。要让他们放下战斗，可不是那么简单的事。如来，当年你劝我不可讨伐阿修罗，我置若罔闻，才种下今日天界分裂的恶果。可如今，就算天界愿意放下恩怨，阿修罗也未必肯停战。狂王罗侯麾下尽是勇士，如能得到他的支持，和阿修罗修好便不会太难。罗侯他号称狂王，本就是以战成名，怎么可能与天界议和呢？罗侯并非不可理喻之人，而且4王之中，他对天神的成见最少。希望帝释天能准我再次出使阿修罗国，促成双方修好。万万不可！主动修好，就是天界向阿修罗示弱。你们说这不是助长了那帮家伙的气焰吗？绝对不行！阿修罗对我们敌意甚深，贸然去求和，确实有些仓促，还需慎重考虑。这正是慎重考虑的结果。天界必须集中力量对付暗影，无谓的仇怨当解则解。如来，你满口修好求饶，是不是被阿修罗打怕了？主动让步，并不等于示弱。现在天界需要的是盟友，而非敌人。若是到时候腹背受敌，你要如何一力回天？我看是你早已和阿修罗串通一气了。天界与阿修罗征战何止1000年，要化解其中仇怨，并非易事，还需从长计议。如来，你离开天界多年，今日能回归，我倍感欣慰。你是天界的栋梁支柱，希望你能如过往一般，担当护法一职，为我分忧。当不辱命。你历劫归来，身心疲累，先去休息吧。多谢帝释天。宝灵上尊创造了许多新的花卉啊，不愧是杀心，总能找到贴心的侍女打理一切。有闲心关心这些，不如多考虑一下自己的处境。整个天界，只有你一个人会帮阿修罗讲话。倒也不是只有我一个，
试试考虑别人的想法，那就什么都干不成了。我知道你会站在我这边。你想多了，我对阿修罗也无好感。我有个不情之请，想找沙欣你帮忙。其实，苏魔并没有死，但仍在昏迷，我把他带了回来，希望能躲在你这调养。你这家伙，每次出现总有麻烦，竟还要我代为照料一个阿修罗。可是，我已经把他安置在你的寝殿中，你的侍女紫薇正在照顾他。你先听我说，我这么做是有原因的。你这家伙做事从来不考虑后果，这可是禁忌。要是被其他天神发现，都说沙欣大神是天界最可靠的，躲在这儿，应该不会被发现吧？天界容不下阿修罗，何况他还是狂王之子。我留苏魔在身边，就是因为未来他将会成为化解天神和阿修罗死结的契机。天界大多数人的想法都和广目天王一样，你改变不了的。纠缠于过往的恩怨，而错过和平的时机，实在可惜。他还要待多久？你愿意帮我了吧？我还有其他选择吗？他还在昏迷，虽然伤得很重，但生命力非常顽强。再过不久便会醒过来。而我真正担心的是，王，没有发现如来和苏魔的踪迹，他们很可能已经去往天界。你故意放如来带走苏魔的，对吗？苏魔是我的儿子，至少让我知道他的消息。我并未留守，如来愿以性命保护苏魔，你不用担心。若苏魔没被如来影响，他本可以在试炼赛中轻松获胜的。苏魔进步了不少，他失败是因为缺少历练，怪不了别人。王难道认同如来的做法？当年我一路追杀败逃的天兵，他以一己之力阻止了我。我只有那一次产生了自己可能会失败的念头。我与如来之间的恩怨，阿修罗族和天神的过往，都是时候彻底了断了。王的意思是？之其余三王，我将诏令废都所有阿修罗斗士，和我一起出征天界。修罗将重返天界，踏平天宫。没有死吗？你终于醒了。你是谁？这里是什么地方？你别怕，我是照顾你的紫薇仙子。这里是天宫。天宫？夫人，这里不能乱跑的。怎么可能？看来恢复得不错。
好强的力量！我也不愿与阿修罗有牵连，是如来貌似将你带回来，托付于我。如来老师，他说你与别的阿修罗不同，看来有些道理。他在哪里？天神耳目众多，他需要避嫌。你留在我这里养伤，不要乱跑，别辜负如来的一番苦心。该来的，始终无法避免。一击警戒！阿修罗要直接攻打天界了！这真是可不常见。阿修罗4王联手打来了，这会是场硬仗啊！地血！天界众神们，我们一起迎战阿修罗！战士连干向狂王汇报，所有龙骑聚集待命。众战士们，都等得不耐烦了吧？没错，迫不及待想砍下天神的头颅，带回家收藏呢。嘿嘿，饮他们的血，杀光他们！很好，今天叛逆者就要将众神打下天界，让他们见识阿修罗的愤怒！战斗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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！踏平天界！其他3王已响应您的号召，这次大战联手一致对外，不会互相攻击。他们的部队已从各自的领地出发。真是一场久违的盛宴呢！拜渡战士们，加速前进！天神，决一胜负吧！战士们，可不能落后狂王那小子。你们继续跟上，我先去会会他。听说天上那帮家伙分成了光暗两派。是啊，真令人心烦。该杀哪一边比较好？暗影神不过是一群堕落的暗魂，我没兴趣讨伐这样的家伙。当然要以真正的天神为对手，才不负阿修罗的斗神之名。没错，暗影那些上不了台面的阿猫阿狗，还不配当我们的对手。既然没有意义，那我们就攻上天宫，杀尽光魂天神。那就天宫上见。
我也不会落后的。这么多天神，够我饱餐一顿。这一次，没人能阻挡我！我要踏平天宫！那是什么？看见了，大王，你看，那是阿修罗的大军。阿修罗全都出动了，看来又是一场浩劫啊！迎战阿修罗是首要任务，绝不能让他们踏入天宫一步。弟兄们放心，我们定全力迎击，守住天宫。全力迎击，守住天宫！全力迎击，守住天宫！此战非同小可，可能会是1000年以来最艰难的一战。哼，老夫正好可以活动活动筋骨。众神听令！我将此次大战的统帅之权交予沙欣，由他来部署战线。遵命。阿修罗来势凶猛，我们必须抢占先机，否则会陷入被动局面。四王虽兵分4路进攻，但他们必须借助人间最高山脉的乘风气流才能抵达天宫，所以我们可以在外围设置4道重要战线，将他们全部拦截。我迎击北路的冤王大军。那苦王婆制的南路大军就由老夫顶着吧。我广目天镇守东路，战王那小子休想从我眼皮底下通过。我和沙欣前去西面，迎击狂王军队。事不宜迟，全军出击！比想象中来得更快！战士们，预备作战！阿修罗来袭，我岂能坐视不管？天军将士们，我来助你们一臂之力！道君为令符。这道高墙能暂缓阿修罗大军的行军速度，天军便能趁此时间布阵截杀敌人。没想到，一向对战争保持中立的你，竟会如此积极的参战，还真是少见呢。宝灵上尊，这种时候你就不要取笑我了。天宫分裂后本就元气大损，阿修罗这时候趁人之危，我岂能袖手旁观？我虽一手创造了阿修罗的先祖，却无法控制眼下的局面。他们已经强大到可以颠覆三界。众天军战士听令，绝不能让任何一个阿修罗越过防线。迎战！
全都一起上吧！该死！这个天神挡住去路，1等斗士都没辙，该怎么突围？哼，我不信他能以1敌100。弓箭手准备，往前！摆阵！杀！不好！稳固神魂，屏息，勿被夺气侵蚀。快杀了我！天神，不开一击！哼，狗屁天兵天将，一波毒弓就能送走他们。天军战士们，杀！不惜代价守住防线。尝尝雷霆天威！真可惜呢，你那与阿修罗修好的愿望还是破灭了。我的想法始终未变。天军将士们，狂王大军是阿修罗的精锐，接下来将是一场血战，但神的职责在此，可以战死，绝不逃避。此战关乎天下苍生，天神绝不能退让。能再次与你并肩为众生而战，实在令人期待呢。
了吗？天神的战线就在前面！冲啊！杀光他们！来吧，让低贱的阿修罗见识一下天神剑阵的厉害！放箭！别让他们闯过来！至死守住战线，杀！天杀个片甲不留！犯过天界者，请全部诛杀！龙将听令，来犯者杀无赦！金甲神兵，不死不灭！把你砍碎，看你还怎么复原！弥漫着血腥味的阿修罗真令人不快。沙溪，是沙溪！干掉他！别想碰到我的身体！这个算你欠我的。如来，你倒是很清闲的。阿修罗的战意强悍，不死不休，强调不轻信。哼，我一个人完全应付得了，你去支援其他战线吧。这些只是皇王的先遣，他们的支援不断增加，这样没问题吗？阿修罗大军从4路侵袭进攻，一旦有战线失守，阿修罗将直入天宫。如今天宫精锐进出，防守空虚。我希望你能作为最终防线镇守天宫。这件事只有你能做到。我明白了，这边就靠你了。小心罗侯啊，他的实力不在我之下。我知道罗侯与你有交情，你不想与他交战，那就让我来。你就是天界的杀心，把你的头颅给我吧，是我的了。可笑，赶着来送死！千手浮屠！天界中与如来齐名的天神，皇王罗侯，沙欣，你有资格死在我手上。
三眼神将好强！天军战士，随我一同上阵杀敌！杀！杀！誓死守卫宝剑！千军万马，也足矣。灭刃！三眼神将，你这个怎么也死不了的看门狗！冤枉！过去的天界12神将，我也吃掉过不少，就剩你了。留到最后的，必定是最好吃的。好强悍的灵气！轰散你们这群阿修罗杂兵！雷霆战火！雷霆万钧，生杀予夺，造出的雷阵无懈可击。冲不过去！战完了！把这撑住，别松懈！终于到我们大显身手的时候了！冲啊！先不开一击！不用等王出手，我便可击溃天军。天界金刚在此，阿修罗休想得逞。现在正是我们建功立业之时。来呀！不能让他们小瞧了天神的力量。什么？这场战争，无论是天界还是阿修罗，都将付出惨重的代价。老夫当为天界战至最后。好戏要开始了。苦王佛志，这块老腊肉看起来很爷们。反锁就没有其他招数吗？狂王，你很受挫吧？你的龙骑兵全被挡在第一道防线上。先看看你自己的处境吧。
凭一身的蛮力赢不了我的。那就试试是你的千手勾星，还是我的刀口锋利。很好。你的确如如来所说，实力不凡。难得遇到我认可的对手，既然各为其主，那就一决生死吧！受死吧！罗侯，你为何执意挑起战争？带你的族人回去，否则我将亲手毁灭你。你到底是何方神圣？我是阿修罗与天神的创造者，宝灵上尊。退下！